娘亲，除了我能给你的空间提供灵力之外，我还有别的很大的用处呢。啊？吞吞知道哪里有天才地宝，吞吞对各种宝贝都非常敏感的。他指着蹲在一念身上的苗，我比他全能。小苗顿时炸了，这玩意儿咋回事啊？还是他带着主人找上他的呢？怎么还来争宠呢？而另外一边的落雪已经麻木了，太子也能感应到，但太子从来都懒得告诉他，还得他哄着供着。这叫吞吞的，是因为肚子饿，然后一念看着又实在太穷，所以要自食其力吗？地精华进来的时候就听说地精华是整个空岛最珍贵的东西了。才不是那个东西呢。天地灵物和一些血脉之高的灵兽都会有自己的传承记忆，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辣辣和百变就是传承的战斗记忆，而吞吞显然就是对各种宝贝的记忆。来，我带你去找。这里还有东西不成？是在土底下呢。吞吞拉着一念的手往泥潭里面走着。主人，咱们挖下去，我就能带你找到了。落雪皱着眉头看着一念毫不犹豫的就带着人往泥潭里面一头扎下的场景，他们都是人灵境的实力了，要打地道也是快得很。落雪转身看着太子，他的吞吞那么小，都能感应到好东西，你感应不到吗？那生生土底下能有什么好东西啊？我感应的能力难道还不如他个刚出生的小家伙不成？这整个空岛最好的东西就是地精华了，而且你要是早点让我出来，我肯定第一时间就能感应到紫藤灼。就算你能感应到又有什么用呢？上面的规矩就是咱们绝对不能出手干预空岛的事情。落雪眯起了眼睛，我更好奇的是谁把紫藤灼的种子撒了下来？纵然是再怎么粗心大意，不可能连紫藤灼的种子也分不出来。等回去以后，我们要好好查查那一日负责给空岛上撒种子的人是谁。那种子可是发光的呀，不灵不灵的，和个大烛台一样的。落雪身边的两人也一脸严肃的点头。而此时一念正一拳打开前面堵的石块。吞吞，你确定是这个方向没错吗？是的，是的，继续往下砸。他饿得肚子咕噜噜的，说着还狠狠咽了一口口水。不是，一念大人。身后被袁杰拿着绳子吊着拖下来的大皇子终于忍不住了。地底下能有什么东西啊？而且诸位大人能不能把我松开，我自己走，我不会跑的，我真不跑。他不出声，一念都差点要忘记这个人了。一念本来就挖土挖得烦躁着呢，听见大皇子的声音，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直接看得大皇子头顶生凉。我不觉得累了，我们继续走吧，诸位大人。他命苦啊，早知道这几个姑奶奶这么不好惹，他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招惹他们的。袁杰，之前那个人说你和他们的那个小神子的事情是什么啊？石银跟在后面看了一眼袁杰，就连一念听了这话也忍不住转头看他一眼。见袁杰脸上没有难过激动的神情，一念这才继续往前面用灵力护泥路，只是耳朵却悄悄竖起来了。袁杰缓缓叹了一口气，那是福神塔的至高神的孩子，至高神是福神塔排名最高的神子，但是已经好些年没出来了。有人说他是突破了小神境，成了大神境之后飞升了，也有人说他只是在闭关而已。但是他确实是如今五洲最强的人。他的儿子一生下来便是地位尊崇，明明还不到小神境的实力，却从开始修炼起就被人叫做小神子，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以他的天赋一定能成为整个福神塔年纪最小的小神境强者。袁杰说到这里，眼眸当中有一抹刻骨的恨意滋生，于绵绵呼吸声都放轻了。一念眉目不动，一拳轰出之后冷笑道：哼，天之骄子啊。可不是啊，不仅是天之骄子，还是与我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这话一说，一念一拳都差点给砸歪了。竹马背叛才诛心呢。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圣山宗的弟子，最早的时候我是福神塔那边收养的孩子。于绵绵皱起眉头，他讨厌福神塔，但是他看了一眼神情悲哀的袁杰，他并不讨厌袁杰。当时是我拿到的地精华，被抢了。不是，他说自己受了重伤，需要地精华。袁杰涨红着脸，至今回想起来那些事，仍旧想给那个好骗的自己一个利落的大耳刮子。一念都转身诧异地看向他：你给了？当时的我很喜欢他。情爱当真是要命，好好的一个女人说傻就傻了。对他而言，情爱定然是没有提升自己和活着更重要的。前半辈子都是那么艰难的过来，能活下来还背了一身血海深仇的阴念，是绝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迷失自我的。我将东西给了他之后，他却突然翻脸要杀了我。他不愿意相信地精华竟然选了我。
极少数的情况下，帝精华会自己择主，也是那一次，我差点死了，也看清了他从来都没有看得上过我。这贱男人！于绵绵忍不住痛骂出声：“太贱了！抢了你的东西还嫌弃你，既然这么嫌弃帝精华，选了你，有本事就别用啊！吃了你递上去的软饭，还装一身硬骨头给谁看啊？这贱男人！太贱了！”身后被抢的大皇子屁都不敢放一个，他再一次的后悔自己不该主动凑上来。就这种货色，还到处放言说你离不开他，说你像个狗儿一样追着他，我呸！什么东西啊！当时年纪还小的时候，我确实是喜欢过他，可后来我奄奄一息从空岛里跑出去，扶神塔的那些人还想趁机杀了我，是老宗主的人将我捡回了圣山宗。可就是这样，扶神塔那些人看见我的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一定是要奚落我一番的。于绵绵听得心头火起，那你就这么随着他们奚落吗？绵绵，别再说这事了。一念终于明白为什么一开始碰到袁杰的时候，袁杰对男人的厌恶那么深了，还说什么女人就当自强的话，都是血和泪的经验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过追逐过那么一个男人，让你感觉抬不起头来了。袁杰如遭雷劈，他怎么知道，就像是内心最隐秘的一层被剥开，起初的鲜血淋漓和慌乱没了之后，袁杰倒是反而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了。对不住，我也知道我对着他们那态度是不成的。阴影没有摆脱的时候，不管他在圣山宗是如何要强，只要面对扶神塔的人，那种被背叛和欺辱的感觉还是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阴念随意的挥了挥手，谁还没点愚蠢的过去了？扶神塔，袁杰这一路上教了他不少东西，再加上之前在天一州也帮了他，勉强被阴念归为半个自己人。阴念可是一个护短的人，抓紧提升实力，到时候要把那男人剐了还是阉了都随你。这话说的让袁杰浑身舒爽。对，提升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他既然活下来了，就能重新站起来。他天赋虽然比不上那个什么小神子，但他一贯来拼命。到时候你们回去报仇，可一定要带上我啊！不过吞吞，你真的没感应错吗？快了，就是这儿！娘亲，快打这儿，我们到了！而此刻，落雪身边的太子一反常态的没有回自己的空间，正在外面无聊的看着那些被帝精华甩得团团转，又流了不少血的人。这些人和那个叫做阴念的比起来太差了。落雪身后的两个女人也跟着点了点头。首席啊，其实依我看，阴念是不是也可以招揽过来？毕竟由咱们负责的这一些前线区域里都没有多少好苗子呢。是啊，我看阴念挺好的，而且你没发现吗？这个阴念的气运不知怎么的特别好。天地灵物不自觉的就会被阴念吸引，围绕在他身边。只是这两个女人刚说完这话，落雪的脸色就彻底阴沉了下来。天资气运，你们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两个女人被呵斥的一愣，这才纷纷脸色煞白的反应过来。首席，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是啊，首席，是我们失言了。阴念那个孩子看起来还是非常拼命的。拼命什么？他何时拼命了？我只看见他都是靠着天赋和身上的运气拿到了顶好的资源。落雪叹了一口气，观察了一下身后两个人不甘心的表情之后，也软了声音。我没有说阴念不好，不够格被我们招揽的意思。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招揽理念是什么吗？不收天资顶好，却木下无尘之辈；不收气运顶好，却不脚踏实地之辈。流血不流泪，梅花自苦寒，人定可胜天。悍不畏死，心有道义，心性远压天赋，这才是我们要招揽的苗子。阴念很好，但他和我们招人的理念不符。两人看着落雪，眼中有沉沉的叹息。首席，我们已经被那该死的压了许多年了。两人有种无力感，但又不能不顾上面留下的规定。落雪也深吸了一口气，放心吧，不会永远被压的。先人们留下的规则是束缚，也是我们的骄傲，该遵守才是。落雪这么想着，和空岛之灵沟通。主人，要撤了吗？您选出了多少好苗子？落雪是看中了几个人，还在他们身上打下了隐晦的标记。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帮我看看阴念他们到哪儿了，重点关注一下袁杰。袁杰的狠劲儿，早在阴念没有出现之前，落雪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一开始袁杰的恋爱脑让落雪恨铁不成钢，
但现在他整个人都已经清醒了过来，落雪就又心动了。大心脏还泡在地底深处的灵泉之中，他听见了主人的话，顿时在灵泉里面蹦了蹦，开始探查。只是，主人，他们就在我身边。话音刚落，大心脏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彻在耳边。快，娘亲，他就是我要找的大宝贝了。说完这句话，就火急火燎的像饿了3天的猛兽一样扑了上去，啊呜一口就撕咬下一大块肉来，嚼嚼嚼，好吃的呀！吞吞满脑子都被食欲支配了，而一念和袁杰他们也毫不犹豫直接冲了上去。这颗大心脏才是整个空岛的精华呀！眼见这颗大心脏要跑，一念直接掏了刀，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肉。他没吃，他怕吃了以后忍不住晋级了，还不知道这个大心脏有多少本事，不能在这个时候晋级。但一念还是手口并用的撕下了好多能量肉块。于绵绵和袁杰有样学样，除了被拖晕放在一旁的大皇子，所有人都是行动如风，快如闪电。一念一击得手，就拖着亨吞飞快地撤退着。果不其然，下一刻大心脏就发怒了，整个空岛颤抖起来，地面像是被什么人用强大力量撕扯开来一样。空岛之灵发疯了，落雪看着这空岛一副要天崩地裂的样子，顿时什么也顾不上了。大心脏崩溃的哭声传了过来。我的能量啊，一会儿强闹。你别慌，没事，冷静下来。落雪的声音带着强制性命令的语气。空岛之灵是温和的，又被落雪压制着，不可以主动攻击人，但失控状态之下也会有无数人因为空岛自然灾害而亡的，而这不符合落雪他们的规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前线点就要被彻底放弃了。落雪都顾不上心疼了。我知道了，我给你补，你缺少的这些灵力星体我给你补回去。刚才还在鬼哭狼嚎的大心脏顿时冷静了，空岛也不颤抖了。哦，落雪的心头在滴血呀，这得贴多少才能把这大心脏给补回去啊？太子也是气得不轻，这都是他的口粮，他的，他自己都吃不够，还要分给这颗蠢心脏，干脆他一口吞了。啊！太子眼头一震，猛地想起来那个吞吞说要去找比地精华更好的东西。不会是他们吧？不会吧？他这回是真的要吐血了。而此刻，一念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啊，刚才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坨大肉。吞吞拍了拍自己的肚子。生活嘛，就是要大鱼大肉的。一念见那个大心脏没有追过来，看着满地的裂痕，竟然开始自动修补，更觉得神奇。袁杰和于绵绵脸上也是露出笑容。富贵险中求嘛。我刚才还以为我要被闷死在那地下通道里了啊！还好念念你眼疾手快，轰出一条路。一念也是心潮澎湃，他拿出晶体肉块和袁杰他们对视了一眼。今天他带着的这些人就要进行全体共同升级了，若是传出去必定骇人听闻。这种天才地宝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效果最好，但是一口气吃下去，你的神魂怕是要承受不住，神魂承受不住，血肉之躯就会崩溃。拼的就是意志力，你量力而行。于绵绵点头，分离出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肉块，他准备小块小块分批自吃，安全第一。但是一念听了这些话之后，在袁杰惊恐的目光之中，将所有的肉都拿出来了。也就是说，只要我的神魂撑住了，吃多少都不是问题，是吗？原则上来说是这样的，可你强行吸收精准灵力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你撑不住的。一念轻笑了一声，把这肉强行压缩成一颗肉丸那么大。袁杰，你又不是我，你怎知我撑不住呢？一念一口把这些东西全都吞下。你们慢慢来，我不行，我比你们更加退无可退。他的大嬷嬷还在等他变强，收集完所有的宝物回去解开封印，然后接他们回家。一念看似在外面忙碌着，实则心里一刻都不肯忘记，他想他们，而他自己的仇，娘亲的仇，他也是等不住的。睁着眼睛的每一刻都是煎熬，一口咽下，就感觉到澎湃的灵力在冲刷他的身体和灵魂。砰砰砰3声，一念的2只手掌竟然整个炸开了，血肉飞溅，直接让旁边帮着守门的诗吟傻了眼。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灵兽。娜娜和百变是毫不犹豫的一口，砰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可2个小家伙却和自己的主人一样，动都不动一下。窝也要吃。我二叔一把拉住自己大侄子。大侄子，你和他们这样的神兽不一样，你受不住的。我怎么就不行了？我是我主人的契约灵兽，
别的灵兽排着队，我主人都没要。拉拉他们行的，我也行。窝窝看着窝二叔，擦了擦自己发红的眼角。二叔，你知道吗？咱们自己要是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虫子的话，咱们就真的只是一只小虫子了。说完，也不管窝二叔的反应，直接把整个肉团塞进了自己嘴巴里面。窝窝的精神力非常强大，因为精神力强大到敏感，所以他要感受的痛苦是辣辣他们的2倍，而精神力天赋好的可怕的一念是他窝窝的2倍。一念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投进了一个巨大绞肉场中，一点点的将他的神经拉扯出来，针尖顶着手指甲进去，一点点挖开指尖的血肉。这种痛用文字来形容太过浅薄了，比以前在斗兽场吃过的所有的苦都要痛。他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冒着鲜血，很快一念就成了一个血人。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袁杰他们心惊胆战地看着一念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肉被炸开。他没事吧？于绵绵看他这副样子，眼圈发红，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了出来。我给他治疗。不行，这个时候你要是给他治疗，效果变不好了。袁杰一直觉得一念是个能人，从没有一念过得顺风顺水就看低他，但是他没有想到一念能对自己狠到这一步。不知道为何，觉得也有无穷的勇气从他身体里面涌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将手上的肉分量变成2倍，一口吞下。他也不想被一念落下太多。于绵绵也咬着牙夹了一块。殷满看着一念这副千疮百孔的样子，心里又是心疼又是骄傲。一个人厉害算不得什么，能带的身边的人都被激发出无穷的血性，才是顶顶的厉害。诗吟坐在旁边看着一念，他忽然想起了自家老子的话。诗吟，你是不是觉得像你老子我认了个人族做主人，天天孙子一样很丢人呢？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一个能让你诚心低头的人，你就会明白你老子我的感受了。那个人不一定是世上最强的人，但一定会让你觉得他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人。当时他满脸不屑。那你说说，那种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不能一眼认出那种人。孩子气的话却让师大笑出声来。等你真的遇到了那个人，你会感觉到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沸腾兽血燃烧，他一定比你狠，比你强，让你甘心臣服，不自觉地追随。诗吟盯着面前的一念，握紧了拳头。一念能活下来吗？落雪几人让大心脏感应到他的位置，赶过来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幕。一念已经是气息全无。他这是死了吗？可只有一念自己才知道，痛感达到一个极致之后，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只是很困。报仇很累，往前走很累，耳旁像是有一个声音在蛊惑他。睡吧，一念，好孩子，世上苦难那么多，凭什么要你来扛呢？舒服的睡上一觉。可一念却固执地保持清醒，看着他的实力一层层地攀升着，突破6星、7星、8星。不够，我不是为了这3星才赌上自己的命的。今日他要破那该死的地灵境。旁边仿佛是为了呼应他，于绵绵和袁杰也接连突破了。他们2个本来就是人灵境巅峰，这次能一举突破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都睁开了眼睛，看着一念，完全顾不上感受自己突破的喜悦。一念连升5星，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偏偏一念他做到了。一念完全顾不上看这2个人是什么反应，因为此刻他体内的2颗黑白珠子竟然缓缓交融，成了一个黑白交织的阴阳盘。但这还没完，一直都安安静静的凤骨，竟然在他突破完地灵境之后，源源不断的反馈出生气和浓郁的灵力给他。凤骨，阴满的声音带着心疼响起。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从古至今的说法便是，有了凤骨，是恩赐，也是诅咒。唉，只有在你性命垂危的时候，凤骨才会涅槃重塑你的身体。涅槃好不好？当然好啊。可涅槃代表什么？代表你要千次万次的去死。有几个幸运儿能每次都死不掉呢？也没有这样的疯子会拿自己的命去搏。一念浑身的血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回来，血色火焰将他整个人包裹住。啊，这是怎么了？浴火而生，
我曾经听闻万寿国有能人身上出现过这样的奇景，可万圣国的天生凤元不是苏林燕吗？就在一念的身体不断被修复的时候，在一念所在的据点外面，那群被一念他们解救下的女人拿了很多的脏衣服往外面走着。走远些，应该没有那种可怖的雷雨。咱们把这些东西给洗了。咱们没用，帮不上什么忙。幸好念姑娘心善，没有赶我们走。但凡是我们能干的事情，我们都要干了。走在最前面的流浪女人也神情恍惚，她没想到一念竟然也没有赶她走。可就在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时候，异变突生。流浪女人是在场唯一一个能够修炼的，她的实力只是暂时被封印住了而已。当她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为时已晚。快跑！可太迟了，一道光阵将他们所有人全都笼罩了进去，他们的惨叫声都被包裹在其中，根本散不出去。数道身影从旁边走出来，他们身上穿着福神塔的服饰。唉，谁让你们与恶魔为伍呢？你们的心灵已经脏了，一念那样的人不值得你们追捧，也该让他看看什么是与我福神塔作对的下场。你们该欣喜这一场净化之行，让你们彻底脱离了阴念那个恶魔的控制，你们会感激我的。不好，阴念那边的人发现了，撤！而等袁心碎带着人赶来的时候，这些有备而来的人早就跑了。袁心碎的脸色迅速的阴沉下来。这是我家念念带回来的，要杀也只有我的念念能杀，那些人是在同我宣战了。我现在就去查是什么人做的。就在大长老离开的时候，袁心碎一把打碎了那个光阵，竟然还有一个有着微弱气息的活人，那个流浪女人竟然没死。空岛内，一念终于恢复好了身体，猛地睁开了眼睛，这就是地灵境了。一念看着自己的手掌，感觉到澎湃汹涌的力量。太好了，你终于醒了。袁姐满头大汗地看着一念，你们怎么了？我们现在都是地灵境了。对啊，怎么了？你们不高兴吗？不，因为我们是地灵境了，所以我们不符合标准了，要被空岛丢出去了。话音刚落，一念就看见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巴掌，仿佛是为了报复一念啃他肉肉之仇，带着杀父夺妻之恨，兜头对着一念就猛地砸了过来。一念只觉得浑身上下都被一股无法反抗的力量狠狠地捏住，然后眼前一花，就被重重丢了出去。落雪看着这几个人被丢出去，下意识抛出了一个寻常人根本就看不见的金色光球，光球落在了同样被拍的袁杰身上。首席，那个叫做一念的。首席，明明一念也很好嘛。之前他们确实没有看见一念怎么努力了，只看见他的天赋，首席说不合适也就罢了。可这次他们可是目睹了一念是怎么搏命的，这么好的苗子，首席要放过吗？落雪眼眸深深地盯着一念消失的身影，垂在右边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最后神情冰冷地闭上了眼睛，只喃喃说了3个字：不合适。空岛外面不少人都眯着眼睛休息呢，也有不少人还在打赌，这次谁能拿到地精华先出来。肯定是那几个大据点的。很奇怪啊，明明五洲据点那边的人一个都没了，怎么这些人还不走呢？等什么呢？还能等什么？等那个杀人的小姑娘从里面出来报仇呗。师大都在这里守着呢，报得了仇？而且还没到空岛消失的时间呢，他们在这儿等着也就是空号。话才说完，空岛上响起了急促的钟声，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频率的钟声，就好像空岛在兴奋地把什么东西从里面迫不及待地驱逐出来一般。几个人像炮弹一样被吐了出来，重重地落在地上。空岛开了，就这几个人被吐出来了。谁呀？哪个据点的人呢？退！啊，真倒霉，我怎么忘记了境界一变咱们就不符合规则了呢？师大第一时间奔到了一念面前，无数的凶兽将一念团团围住，不过是呈现一个保护的状态。福神塔的人冷笑着看着一念，看来空岛也知道害虫是不能待在里面的。一念正在拍着裙角上的尘土，哼，只不过是全员都突破到了地灵境而已。福神塔的人果然还是和之前一样见识短浅呢。此话一出，所有人脸色都变了，九神子就好像舌头被烫到了一般，那副故作从容的模样再也稳不住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连升5星？哼，怎么不可能？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想打架？别以为我真怕了你们夜读星，更何况这个女人可不是你们夜读星的人。阴念，你是想被五洲赶出去吗？九神子的目光落在阴念身上，带着透骨的狠毒。你信不信
我让你在五州全无立足之地。哼！一念回以一声冷笑，而师大眼睛亮了亮，不去五州好啊，来夜读星呢？就在两边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个人到了。无数光阵亮起的那一刻，一念就知道谁来了。除了袁心碎，谁出来都没有这个排场。光阵直接锁定的就是九神子。九神子脸上都来不及浮现惊恐的神情，无数的剑光往四面八方散去。即便他已经用了自己最强的招式来挡，可还是没用。九神子目眦欲裂，可他一点都不敢在这里留下找回场子。袁心碎带的人远比他的人要多，九神子拖着一路的血迹飞快地跑了。袁心碎在追他和抱一念的两个选择当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念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就已经被他抱进了怀里。你瘦了。一念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更加窈窕的身材，月火素体会让身躯更加接近完美的姿态。什么瘦了？我觉得念姑娘更漂亮了呀。这不是更好了吗？袁心碎听了这话，眼里渗出杀气。她瘦了。师大被他眼中的杀气震到，又想到他刚才一招直接带走了九神子一只手的事情，兽人的野性直觉让他乖乖闭上了嘴巴。一念吃惊地看着袁心碎，袁心碎大概是在场唯一一个看见了他改变之后还觉得不好的人呢。袁心碎已经放开了一念，他脸色无比阴沉的一寸寸在一念身上扫过，不仅瘦了，一念身上还有着浓重的血腥味。袁心碎浓密的眼睫垂下，压下涌上心口的杀气。谁让你受伤了？一念感觉自己的肩膀都要被捏碎了。谁让你受伤了？一念感觉自己的肩膀都要被捏碎了。没有谁让我受伤了，是我提升实力才会这样的。一念说不清楚胸口那酸胀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直视袁心碎那双阴郁也不减少半分美感的眼睛。据点那边还好吗？一念一问起这个，袁心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一个动作，一念就明白了袁心碎的意思了。据点那边多半是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有人死了。谁？你带回来那些女人。一念脸上的神情冷了下来。走，回去。师大立刻跟上，跟了2步才发现一个比自家小毛团大的一只大团跟在一念身后躲躲藏藏，想要避开他的目光。小兔崽子，你竟然跟着一起进去了！石英浑身一僵，既然已经被发现了，他干脆就变了人形。他实力也强盛了不少，个头长高了许多。师大看见的时候都愣住了。你成了下阶灵元兽了。石英当然也是抓紧时间吃了一块肉的，只是没有一念那么凶猛，没什么太大的排斥反应，本就巅峰的他轻松突破。大惊小怪什么啊？不是迟早的事情吗？只要跟着他就是迟早的事情。石英在心底加了一句话，眼神不自觉地落在了一念的身上。师大看着自家崽子的眼神明白了，不愧是主人的血脉，对他们兽人族的吸引只怕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沃尔叔蹲在窝窝身边悄悄问着，大侄子，我啥时候能走啊？要不你先别走了，我主人好像很生气，估摸着等会儿要找人干架的。二叔你正好留下帮帮我们，而且我还想问问咱们族里的事情呢。也好。沃尔叔狗怂地往自己大侄子身上靠着，左转却看见了冷着脸的一念和袁心碎，右转看见杀气毕露的辣辣和百变，往前有咆哮的师大，往后是正在擦着剑的袁杰和满口碎碎念的于绵绵。就于绵绵看起来还软绵绵一些，沃尔叔有了一些安全感，结果侧耳一听，砍死他们，砍死他们，剁成肉泥，动动动。沃尔叔吓得靠自己的大侄子更近了。好凶啊，你身边这些人。大侄子，还是你好，不和这些人一样喊打喊杀的。咱们倭族啊，是崇尚和平安稳的种族啊。那当然了，直接喊打喊杀多不好，咱们倭族用的是脑子。想到竟然有人敢动他主人的，顿时就冷笑了一声，哼，杀了他们太便宜他们了，该绑起来冲击他的精神力，日日让他活在炼狱之中。沃尔叔浑身僵冷，抬起头看了自家侄子一眼，发现自家侄子已经完美的融合进了这个恶人团体之中，没有半分违和感。一念回到据点，周妹和豆丁已经加强人手了，将据点里3层外3层的围了起来。豆丁憋着一口气，你已经知道了吧？还有一个人活下来了，我带你去看看。房间里那流浪人双眼猩红的捧着一堆衣服，当时光阵发动之时，正好到了封印松动的时候，他地灵境巅峰的实力恢复了，这才侥幸留下一条命来。流浪女人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紧闭着嘴巴，谁问她也不开口，她谁都不信任。这一份不信任直到一念进来，才化成了通红双眼当中滚落下的眼泪。是谁？没有多余的废话，流浪人顿时就听懂了。是谁？
然后报仇。我给你画出来。流浪女人咬着牙，她只信任一念。画完了之后，一念一看到那个特殊的服饰就明白了。福神塔。她深吸了一口气，这口气压不下了。这些衣服，流浪女人把放在旁边的那些衣服拿了出来，交给那些士兵们。是你们的吧？还给你们。士兵们愣住了。他们死前用自己的身体压住的。他还记得那些人死前将衣服抱进怀里的场景。在前线这样的地方，不能修炼的他们从来没有被当成人对待过，唯一能报答的仅仅只有这样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可笑又愚笨的事情。士兵们都沉默了，紧紧地拽着自己的衣服不松手。走吧，我现在要去送亲骨，你一起吗？要。他立刻站起来，也顾不上自己半伤的身体。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他还受着伤呢。不会，如果自己的仇不能自己报，那会是一件遗憾一生的事情。流浪人用力点头。我会顾着自己的伤口的。他知道一念要去找那些人了，只是带多少人去呢？还有，怎么找这几个人呢？你叫什么？你叫我无名就好了。念念，我和你们一起。我们已经休养好了，怎么说都不能闷不吭声的任凭他们挑衅。我不和你们一起。豆丁一愣，给我带几个地灵境里面比较强的人就行了。一念抬眼看向距离他们据点不远处的地灵境区域。我要进地灵区域，那个区域里该有不少伏神塔的好苗子吧？刚死了一批人灵境的好苗子，不如再送一批，让他们阖家团圆可好啊？进入地灵境区域之前，一念还将昏着的大皇子丢给了周妹。这个人可以拿去和多利青和多利红做交易，先把人关押起来。这个人可以拿去和多利青和多利红做交易，先把人关押起来。说完，他一刻不停就转身要走。你们也跟着去，护好他。到底还是没有阻拦他，只是派了一队地灵境巅峰的强者跟在了一念身后。袁心碎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上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纹路。大长老看着这些纹路，惊得浑身发抖。少主，您身上怎么会有往生纹呢？大长老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一般。别人不知道这个往生纹是什么，他们这些实力到达小神境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小神境之上确实还有境界，大神境。而从小神境迈入大神境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往生纹。当纹路弥漫全身，纹路会代替人的血肉筋脉，化成一条条灵脉，那就是大神境。少主，您的实力不是被封印了90%吗？怎么会有往生纹呢？你当我这段时间只是干坐着玩的？就算永远都拿不回那90%实力，又如何呢？我照样会一日比一日强大。而到那时，袁先碎看向了不远处的伏神塔据点的方向。我们也动手吧。平地起了一阵风，将整个前线区域吹得躁动不安。无数据点的人各自从自己的据点里面走出来，呆呆地看着天空顶上，喃喃自语着：奇了怪了，明明天色好着呢，据点里灵粮也够，怎么我心里这么不安呢？地灵境区域和空岛不同，空岛生机勃勃，但地灵境区域是一大片茫茫雪山。一迈步进来，所有人都觉得刺骨的寒冷往他们骨子里面钻进来。好冷啊，我尾巴都要被冻僵了。反倒是一念一动不动，似乎像是感觉不到这刺骨的寒冷一样。一念，你不冷吗？不冷。一念摇头，看着漫天的飞雪，这个鬼地方让大家的灵力流动都迟缓了起来。我手上什么时候蹭了这玩意儿？啊，我看看是什么。一块金色的东西，不知道从哪儿猜来的。袁杰捏了一把雪蹭了蹭，结果还是没有蹭掉，只是还不等他发出惊一声，嘘，前面有人。袁杰愣了一下，也顾不上去追究那什么金色印记了。没有啊，这四周都是雪山，他们刚踩出的脚印都能在顷刻之间被重新覆盖住。一念是从哪里判断出来前面有人的？大蜡从一念口袋里面钻出来，前面有火，我感觉到了，前面的温度比这里的高多了。袁杰羡慕地看了一眼一念，真好，身边还带着能自动感应的崽的。走，不能保证一次找到伏神塔的人，但总归有人知道伏神塔那些人的位置的。雪山洞口内，4、5个5星地灵境左右实力的男人围在一起。哎呀，这地灵域实在是太冷了，这次进来怎么点这么背呢？一点好东西都没找到。哎呀，
就是啊，早知道今天的收获是这样的，倒还不如跟着他们去收拾阴念带走的那帮贱人了。那些女人也真是，怎么看都该是求着我们福神塔这样强大的据点收留他们吧，竟然在我们面前站在了阴念那边去，死了也白死。几个男人对视了一眼，发出了几声闷笑，冰冷的寒风吹得他心底邪火肆虐着。老子可是好久都没玩过女人了，这好不容易到了前线，没人盯着咱们了。闭嘴！你疯了吧？不知道大神子不喜欢福神塔弟子沉迷女色吗？你敢在他面前提一句玩女人试试？刚才说话的那个男人摆了摆脸色。大神子真是疯了，从2年前开始就突然下了这种命令。要知道他以前玩女人玩得最凶，真是。现在在前线，咱们说的话只要咱们自己不说，没人知道，抱怨2句不行吗？就是，双雄国的女人呐，是出了名的人间尤物。我以前呢可是尝过一次，那国的女人呐，那可真是，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啊。脸上下流的笑容还未褪去，一道寒光和他剩下的话一起，剧痛和巨大的恐慌感堵住了他喉咙，让他发不出半点声音来。哦，不知道什么呀？说出来，让我也知道知道。啊！砰一声，像是西瓜一样炸开。抱歉，他叫得太大声了，我一下没忍住，吓到你们了吧？混账！几人立刻抄起法器，对着阴念攻了过去。阴念红伞猛地撑开，灰色的光芒覆盖住整个伞面，4个人的攻击竟然被勉强抵挡了下来。这是什么灵力？有人惊恐地看着这根本就穿不透的灰色光芒，心底的恐惧更上了一层。阴念冷笑了一声，他当然不会告诉他们，自从身体里面出现了那个古怪的黑白盘之后，他体内的魔力竟然就和灵力融合在一起了，成了一种总有人拥有过的灰色的能量，比我想象当中强多了吗？阴念看着缠绕在自己手臂上的灰色能量，看着那4个人还想再攻过来，阴念直接往后退着。袁杰，来了，去死吧，渣子们！哼，2星地灵境也敢猖狂！那5人的嘲笑声还没完呢，袁杰身后就跟出了一串的地灵境巅峰，他们被迅速包围起来。4人只觉得绝望铺天盖地的涌过来。很吃惊吗？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不是你们福神塔的作风吗？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不是你们福神塔的作风吗？我用你们的作风送你们上路，该感激我才是呢。说完，阴念一手压下，其中有3人顿时被绞杀，身首异处。还剩1个。他的视线落在仅剩的那个人脸上，却突然笑了一声。还是熟人呢，王胜，王领队。袁杰眼神冰冷。小神子手下天下第1号狗腿子，如今怎么不跟着他一起了？怎么你被当成垃圾被他丢掉了？袁杰的长剑抵在了他心口。哼，真可怜。王胜浑身发抖，看着袁杰嘴唇哆嗦，这个女人竟然也回到地灵境实力了。袁姐，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求你让你的人放了我吧。小神子，对，你的仇人不是小神子吗？当年要杀你的人是他，要欺辱你的人也是他呀。王胜才不知道什么叫做骨气，他砰砰地给袁杰磕着头。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他去啊，你杀我做什么？王胜，你跪我可就跪错了。袁杰让开了路，露出在他身后的阴念。我做不了主，这位才是做主的人。不可能，你只是一个1星地灵境，怎么能驱使这些地灵境巅峰的人？可不管他再怎么不相信，这就是事实。这些人就是为他马首是瞻。阴念将那几张画像摆在他面前，认得吗？认识的，认识的。你别杀我，你和这几个人有仇是？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像是咬住了舌头一样的消声了。这几个人，不正是小身子如今身边最得力的那几个人吗？同时也是去杀了那些女人的人。听说袁杰就是跟在那个叫做阴念的人身后鞍前马后的。王胜缓缓抬起头来。你是阴念？答对了，奖励你点东西吧。男人面色苍白，痛得浑身痉挛。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别讲我不想听的废话，明白了吗？明白了。这几个人现在在哪儿？什么实力的？都是地灵境巅峰，这会儿也在这区域里。我身上有感应牌，我们福神塔弟子们用的，能感应到他们。你可真是懂事啊，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次的计划是谁提的？
是小神子。小神子如今什么等级？三星天灵境。王胜心中咒骂着，最好你们直接找上小神子呀！小神子和他们这些人可是不一样的，他虽然是3星天灵境，但实力堪比5星天灵境。一念并没有多纠结这个小神子的事情，给人一种他其实都不生气的错觉。你的感应牌呢？去把那几个人都喊过来。怎么喊？他们平常眼高于顶的，不会听我的。这个简单，你只要告诉他们，你在一处洞穴里面发现了能快速提升实力的至宝，但是里面有凶兽肆虐，你带来的人都死了，请求他们支援就好了。多么容易的事情呢，是不是？一念脸上的笑容让王胜浑身发抖，可王胜想活命，就只能听他的。就叫他们几个就好了，是吧？不，把所有在地灵境区域内的福神塔弟子全部给我叫过来。此刻，前线外的一处虚无空间里面，几道身影出现在前线交界处。首席，这可是落雪那女人的招人地盘，咱们这么进去没问题吗？小歇歇就是了。说是传闻是真，这前线当真出了个了不得的好苗子，自然是值得我这一趟的。他落雪没有眼光，不代表我没有。走，进去。几人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了。王胜忍着剧痛，咬着牙，按照一念说的，给在地灵定区域的所有人发了个求救讯息，然后他就被一念他们绑上了一个球，塞在了角落。如果大皇子在这里的话，应该会和这个和他一样待遇的难兄抱头痛哭，但王胜心底还是存了几分期待。等我的师兄们来，你们就等死吧。一念站在洞口处，外面的飞雪已经停了下来，天色黑沉。吃鬼谷的人恭敬地对一念低头说着：“阵法都布置好了，念姑娘去休息会儿，那些人应该没这么快。”不用。一念摆了摆手，布置下一层又一层的微缩阵法。他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之后，竟然心念一动就能同时布置10个微缩阵法。这阵法透气倒是不错，只是在地灵境里就不够看了。爷爷，一念喊了一声“耶满”，有没有杀伤力更加强大的适合我现在用的阵法？我感觉我的精神力随着我的实力一起变强大了，恐怕能堪比5星地灵境强者了。爷爷，有没有杀伤力更加强大的适合我现在用的阵法？有的，我给你找找。比起这个，你那灰色灵力再弄出来我看看。叶念抬手，一团灰色灵力出现于他掌心，他抬手一分，拉扯出一黑一白2个不同的团子，分别是灵力和魔元素。叶满终于来了些精神。好啊，能分能合，威力倍增，很不错。你想要什么样的阵法？叶满之前是心疼坏了，才一直闷着没有出声。他家的孩子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呢？要是他还活着，要是魔族也没有被封印，那一念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宠爱的孩子。一念轻笑着，要攻击力够强，手段足够残忍的阵法。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恨意还有杀气。有，但是比较耗你的精神力，我当年都很少用这个阵法。给你。一念看了一眼，竟然是个5角阵图。之前的微缩阵法是最低级的3角阵图，5角吗？我试试。一念立刻拿着阵图就开始用灰灵力勾勒。此阵名为梦魇阵，以后尽量少用，知道了吗？您就这么相信我这次可以把梦魇阵用出来？阴满没有回答。一念一心二用，面前的梦魇阵却已经勾勒出了个3角。他列阵的熟练度再次上涨，时间一点点过去，一念一直在洞穴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勾勒出这个阵法。王胜心里不屑，临阵磨枪，哼，这个女人是对自己有多自信呢？果然阵法一次又一次地裂开，可王胜的神情却变得越来越惊恐。不可能，为什么他会一次比一次？一次比一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好，比他们福神塔精神力天赋最强的小神子还要厉害得多。咔嚓一声，一念的手一顿，转身看着王胜，看来是你的师兄们过来了，开心吗？王胜浑身发抖，不敢直视一念的脸。一念看向了外面正在往这边过来的一群人，活动了一下自己冷得发僵的指关节。来，第一波客人上门了。夜色吞没掉了一切，一行人也匆匆往山洞的方向赶着。王胜那蠢货竟然告诉了所有人，都怪你们几个要去接小神子的那个任务，杀了那些没用的女人有什么好处？平白让咱们来迟了，离那洞口的位置又远得很，希望那些蠢货别把宝物抢完了。
身后有人伸长了脖子，看见前面竟然有摇曳的火光，还有晃动的人影，顿时脸上一喜。我们到了，就在前面，我看见那些人的身影了。我们到了，就在前面，我看见那些人的身影了。他们高兴地迎了上去。喂，你们这帮臭小子，宝物呢？拿到手了吗？他们几个冲上去，一巴掌拍在最前面，背对着他们的王胜背后。结果啪的一声拍下去，王胜的上半身就犹如坍塌的土壤一样，轰然碎裂，整块倒下。几人怔住，那些从远处就能借着微弱火光看见的身影，确实是他们师弟的，只是这些人都已断了气，被绳子一个一个的串了起来，像是风干的腊肉一样晃荡在风中，整齐排列着。跑！那声音穿透血腥的寂静，但很快周围忽然围了很多的身影，将他们团团围住。虽然你们几个来迟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欢迎光临。一念露出一个笑容，笑靥如花。我将对福神塔的尊贵弟子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毛骨悚然，几人几乎是被逼近毛孔的杀意强迫着，下意识地甩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脚下无数的光阵涌动着，瞬间切割开他们的攻击。这其中便有无名，快准狠的出招，带着刻骨的恨意。几人趴在了雪地上，无名回到了一念身边，垂着头，似一个永远不会背叛的忠实死士。那领头的男人惊恐地看着无名：“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可能？”无名的眼底一片黝黑，他像这几个人不久之前对他们说的话那样，带着几分麻木的嘲讽：“谁让你们选择了恶魔的阵营呢？你该感谢我们对你的净化。”几个男人吓得在地上蠕动着。放过我们，是小神子的命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一念，你考虑好，你真的要为那些愚蠢的贱民和我们福神塔作对吗？大喇一脚踩碎了说话那人脑袋，叽叽喳喳的，烦死了！我主人手下的哪个人都比你尊贵，明白吗？垃圾！大喇，别弄死了，主人还要试验新阵法呢。一念抬手冲着几个人笑了笑，说起来这还不算是完整的阵法，半成品吧。你们挺幸运的。一个灰色的五角阵法在几人身下缓缓地浮现。袁杰看着那阵法，目光火热，可等了好久也没等到爆破声，更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这些一念身边的人脸上都露出几分不解的神情。你阵法是不是没成功啊？话音刚落，底下那几个像蛆虫一样的福神塔弟子忽然就狂笑起来。声音震天响，吓了众人一跳。我赢了！其中一个人像是疯了一样，他似乎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整个人拼命地往前蠕动着，很快就盖在了另外一个人身上。杀了你！他们的眼瞳一片漆黑，脸上都是狰狞的神情，竟然当着一念他们的面开始互相撕咬。好吃！他们互相蚕食，且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痛苦。都是我的，和我抢宝物的人都去死！是我，福神塔未来的主人是我，什么小神子，只配给我当狗！他像是在做一个美梦，这一幕实在是诡异惊悚，即便是袁杰和于绵绵也被这一幕吓破了胆子。这是怎么了？这是梦魇阵，没有任何爆破，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攻击，但却能操控人的心神，让他们永远陷入不入轮回的梦魇当中。发动时间很长，只要保证这些人踏入阵法之后，在发动时间内都不得离开，不然我就会受到反噬。这个阵法岂不是很危险？一念笑了笑，没有说话。他并没有告诉袁杰，这个阵法凶残之处不仅在折磨人的方式上，更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一旦阵法启动，同境界内被锁定的人只能中招，此阵无解。看着吧，要开始做噩梦了。话音落下，这几个人脸上的迷醉神情都没有了，不知道他们是梦见了什么，只知道互相撕咬得更狠了，还发出绝望至极的嘶吼声，生不如死。袁杰咽了一口口水，对比起这几个人，王胜和前面那些人死的真是太温柔了。几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念，你们看见了吗？灰色灵力，这小世界还有这样的灵力？阵法天赋很不错，精神力源源不断的，甚至自己往他身上钻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被世界之力偏爱的人。首席，你还在等什么呀？这可真是鸡窝里飞出了一只凤凰啊！首席，你不会是不满意吧？几人齐刷刷地看向那首席，不是不满意，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女人手上出现了一朵金色莲花，在她手心里面层层绽放着，
跟他一起过来的人，因为阵法布得好，别说死亡了，就连轻伤的都没有，无人伤亡才是最重要的。天才不难得，但能统帅天才的王者难得。女人的目光落在袁杰身上，旁边那个竟然是落雪选中的人。那个呀，同一念比差距甚远，不过那人是落雪会喜欢的品性，落雪不要，那便是白白便宜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散出的消息，真是要感谢那个人。落雪真是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他们那边的首席的。闭嘴！几人一愣，你们真的想不到这消息是谁散出来的吗？落雪发现一念这个人才多久，消息就散出来了，还这么快就进了咱们的耳朵里。而且以落雪的实力，不可能我们进来这么久了，他还一点反应都没有。首席啊，你的意思是落雪散出来的消息？女人手上的金莲已经完全绽放了。我原以为这天才是有水分，所以落雪看不上，可亲眼看到就能确定了，落雪不是不要一念，是她知道确实不合适，也要不起，但又不甘心这颗好苗子就葬在这块废土当中。女人手上的金莲猛地对一念的方向爆射过去，她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次我成她落雪的情了。她身上爆发出强盛的自信来，他们不懂如何教导天才，只有我们能教。金莲快速缩小，眼看着就要附上一念的身躯，可下一刻，那一直关注着阵法的一念却猛地躲开了。金莲扑了个空。怎么可能啊？他怎么感应得到我们的存在？而那边的一念却已经带着人后退站定了。什么鬼东西？那金莲花整朵花都惊呆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竟然被一念嫌弃的时候，他的花瓣顿时凋零的凋零，闭合的闭合，他自闭了。吞吞本来站在一念身后的，看见这朵花，他顿时眼睛一亮。娘亲，我可不可以吞了它呀？它看起来很补的样子。不要吃。一念把吞吞拉了过来，你跟着你百变哥哥，陌生人给的东西别乱吃，小心吃坏肚子了。一念抬眼看向了那个女人，袁杰身上那朵梅花印记也是你们弄的？女人声音不变，不是。下一刻，她抬脚往前迈出一步，毫无灵力波动，可人却已经到了一念面前。众人吓得一惊，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间，女人的手就已经拉住了一念的手。该死的！百变就要扑上去撕扯那个女人，但女人打了个响指，所有人像是木桩子一样站在了原地。你到底是谁？如此可怕的实力！袁杰满头大汗，这女人太邪门了。这恐怕得有小神境，不，小神境的强者不至于让他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心思。女人强行控制住全场，除了袁杰还能勉强抬着头，其他的人连头都抬不起来。倒是一念，女人笑了笑，抬手把那金莲召回。看你这个眼神，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杀了我呢。她的指尖落在一念手臂上，狠狠地把那金莲压了进去。一念的眼睛顿时一片血红，完了，身上被中东西了，她要被控制了。一念身上出现了层层灰色灵力，女人似乎在近距离观察灰色灵力中察觉出了几分特殊性，一时心神一松，一念竟然冲破了禁制，无数的上等法器一股脑的拿了出来。炸！女人眼头一缩，所以震裂耳膜的声音让袁杰和于绵绵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一念，只是很快，那巨大烟尘当中竟然传出了一道笑声。烟尘散去，那女人竟然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呢？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想要拼我个重伤吗？真是勇气可嘉。只可惜啊，你的致命一击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放心吧，这金莲对你百利而无一害的。女人抬手，一念又被压趴在地上了。她身边几个小崽子排排并列，一样被压成了一坨球。石银的尾巴倔强地顶立着。这个女人到底长没长脑子啊？一通乱压，她都还不是一念的兽呢，为什么会享受和一念家兽首同样的待遇呢？一念人趴在地上，憋着一口气冷笑着，哼，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那你真该照照镜子了。女人皱起眉头，身边却传来她同伴的几道仿佛是憋着爆笑的压抑声音。首席，你的头发。女人面色一变，抬手布置出一面水镜，在水镜当中，她看见了顶着一脑袋爆炸头，满脸黑漆漆的看不清五官，还端着手仿若一朵天山雪莲一样端着架势的自己。好，一念，你好得很。她气得做了好几个深深的呼吸，才勉强压住了自己想一巴掌打死一念的想法。一念也发现这个人似乎并不是想控制他，但这并不能影响他当一个老阴阳家。这个发型挺适合你的，下次要做还可以找我。
一念说完，脑袋就又被无形之力压着往地面上扎下去，吃了一嘴的土。你等我以后变强的，敢翻你！女人看他说不了话了，这才强行镇定下来。她一刻钟也不想多待下去了。小崽子，我等你突破小神境，然后落在我手上的时候，哼，你等着吧。他笑得咬牙切齿的，身后跟他一起来的人边笑边的脸色都扭曲了。真是神了！要是让其他人看到他们素来傲气无双的首席这副模样，怕是要连续笑上3天3夜的。女人最后还不忘记在一念屁股上踹了一下。走，首席，你这动作可真是粗鲁啊！感受到了一波死亡视线，同伴声声改口。但是很适合这小崽子。这么翘的屁股就是为了给咱们踹的。等他以后来了咱们这儿，挨踹的日子还多着呢。为了不被当成出气筒，几人脸都不要了。好好用我给你的金印，你会喜欢的。埋在土里的一念冷笑一声，谁会喜欢呀？要不是他出不了声，这会儿肯定要呸他们一脸。正这么想着，一念肩膀上压力骤然一松，他立刻跳了起来，转身正要破口大骂。那几个女人的身形都没了，吞吞也从地上慢慢爬了起来。呸！我娘亲才不去呢！虽然他骂得有些迟了，但一念还是在心里点了点头。不愧是他的崽，和他想法一致。七念，主人！众人一团围了上来。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皱起眉头。刚才嘴炮的时候强撑着，这会儿却有心惊胆战的感觉涌了上来。如果刚才那些人要杀他，他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那几个女人看起来甚至不像这些小世界的人。走，把这些人的腰牌带上，咱们出去了。一念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身边的袁杰。你的梅花印记好好检查过了吗？没有，我以为是蹭上去的脏东西啊。袁杰把自己的印记撩了出来，单看袁杰的还是觉得挺亮的，和一念的一对比，那就暗淡了。一念这朵莲花印记简直就要亮成天边最璀璨的一颗星。走，先出去，我让袁心碎看一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去除。对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袁心碎比他了解的更多一些。离开冰川区域，一念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泡进了温泉当中。一走出去，于绵绵就先愣了愣。你们看，那边是什么？在天边的一角，有无数的黑烟从不同的方位上蒸腾而上。是 B 站烟，是大据点和小据点彻底撕破脸皮了。爆发了大战之后，周围那些小据点的为了不被战斗波及，点燃 B 站烟，展示自己中立的姿态，这样交战的双方就不会去动他们。无名看向了一念，是我们据点和福神塔那边打起来了吗？一念想到袁心碎那个性格，轻笑了一声。要是没打起来才奇怪呢。走，回去看看。旁边的诗吟忽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狮子。我的速度比较快。行，辛苦你了。辣辣和百变则是眉头一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窝窝快乐地看着诗吟，心里盘算着，要是诗吟进来了，他就不算是资历最短的兽了，也可以摆摆前辈兽的价值了。他瞥了百变和辣辣一眼，主人对他们两个还是有偏向性的，毕竟是主人的本命灵兽，再加一个诗吟，分一分主人的宠爱也未必不行。擅长精神力的兽思考的方式和别的兽可不一样。如果诗吟和辣辣百变时不时打上一架，就更加显得它是一只清纯不做作的窝了。而今天新加入的成员嘛，算了，只知道吃的小废物，并不能算在他的情敌范围之内。哦，这里还是有一些能吃的东西的，就是比起那颗大心脏差远了。娘，嘘，主人这段时间肯定是没有什么时间寻宝的，你不要去打扰他。可是我饿呀！你别嚷嚷。辣辣和窝窝也凑了过来，这会儿他们三个都是团结起来了。等有空的吧，我们三个带你去找吃的。真的吗？三兽同时点头，互相对视一眼。当然是不可能给你找吃的了，给吃的也只能找一点点，找到的东西都要拿给主人，主人一定会变得更加喜欢我们的。可怜的吞吞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工具仔，还美滋滋的笑出2颗小酒窝。一念完全不知道几个小崽子自个儿商量了那么多事情。回到据点之后，发现自家据点确实被严防死守着，只是主力只有一个周妹在。哎，你们回来了？周妹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轻伤的都没有，这可真是不得不服。其他人呢？袁心碎呢？他们在福神塔据点呢，这会儿肯定正打得火热呢。哎呀，为什么要留我看家呢？他话才说完，巨大的银色白狮猛地生出雷电双翼，对着福神塔的据点就飞了过去。哎，这孩子，你不休息一下吗？一炷香的时间，叶念就看见了前面无数暴力的灵力和若隐若现的光阵，空气当中浓重的血腥味儿让一念的眼瞳狠狠的一缩。
玄心碎他们没事吧？快！他催促着轻拍了一下石银的脖子。看清楚面前景物的那一刻，阴念的嘴角下意识地抽了抽。空战十分激烈，佛神塔的人倒是因为穿了一身特制的衣袍很好辨认，只是在战圈最中心那王座之上，袁心碎正舒服地靠坐着，屈指一弹，巨大的光阵就铺天盖地争先恐后的出现。他面前是八神子和九神子两人在苦苦支撑着，那两个神子想要攻过来，却被阵法轻轻松松击退了，始终保持在一个固定的距离。他打了个哈欠，转头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念，袁心碎那双眼睛弯了起来，他笑了笑，过来，我给你看点好玩的。似乎是这句话刺激到了两个神子，他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过早。袁心碎眉头一皱，又加了几个阵法，顿时让两个神子更加凄惨，只能苦苦支撑着。石银犹豫了一瞬，带着阴念飞了过去。袁心碎把阴念抱到了自己的王座上，伸出手打了个响指。下一刻，一个巨大的牢笼光阵出现了，一个男人如同死狗一般被吊了起来。这个好像是叫什么小神子吧？事情是他指示的，我想你应该很高兴看见他。阴念看见这个被吊起来的人时，眼瞳狠狠地一缩。他想过自己要抓这个人，必须得借助更强的力量，还为此交心过自己实力不足的事实。但没想到袁心碎会把这人捆了，送到自己面前来。袁杰，你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狗东西？阴念，你当真要为了一群卑弱蝼蚁的垃圾和我福神塔作对吗？他努力抬高自己的下巴，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并不畏惧他们，只是声音却在隐隐发抖。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你要是杀了我，我的父亲绝对会同你不死不休。袁杰看着这个男人，一瞬间有种不认识他的感觉。不是说这个男人变了，而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在往前走，可这个男人竟然一点都没变，还是那副样子，那个德行。念念，就是他，这张脸我做梦都不会忘的。而小神子仿佛这会儿才注意到袁杰这个人。是你？既然是你的话，你还不赶紧劝劝你这个没脑子的朋友？你们当真是不想活了？他一句一句怒骂着，声音也越来越大，仿佛只要声音够大，他的底气就能越足。一念看着这个神情正静的小神子，眼中流露出几分失望来。我还真的以为能够看见一个绝世天才呢，外面将你吹嘘的那么高，我也还带上了几分期待的，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袁心碎抬起手来，既然你这么失望的话，他也没什么价值了，死了好了。小神子顿时心底一凉，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等等，小神子顿时笑了。怕了吧？我告诉你，你现在放了我还来得及。他又觉得自己牛逼坏了，一念却看向了旁边的袁杰。你自己的仇，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报不报？袁杰愣住了，一念又看向无名。当然了，我想如果你不敢的话，无名应该会乐意代劳的。无名立刻拔出长剑，盯着小神子的眼神满是杀意，仿佛只要一念一声令下，他就会是一念手上最快的刀。袁杰拿起了长剑，一步一步对着小神子走了过去。他身上的灵力已经被袁心碎全部封印住，压根对袁杰构不成什么威胁。八神子和九神子嘴唇发抖。你敢？袁杰，你敢？你想圣山宗所有人都为你陪葬吗？袁杰面色不变。放心，若是到了那一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会离开圣山宗的。放心，若是到了那一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会离开圣山宗的。他看了一眼一念，报不了这个仇，他就永远无法往前迈进。袁杰，你疯了！你不是……尖刀刺入心脏。你不是喜欢我的吗？一念！八神子咆哮吐血。袁杰一把抽出刀，手刃仇人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心脏上被压了这么多的大石头轰然碎裂，此刻浑身滋滋发麻，又爽又怒。杀了这狗东西的是老娘，你喊我们念念要死？老娘叫袁杰，回去告诉你们福神塔的狗，要找来找老娘。如此帅气，如此牛批，袁杰自以为的高光时刻。可就在他说完之后，旁边的于绵绵抓着一念的袖子，小声说着：“念念，你看袁杰他飘了，他都敢对着小神境巅峰人嚷嚷了。”一颗爽翻了悍不畏死的心，顿时被攻击得七零八落的。一念看了一眼袁杰，脸上露出笑容来：“你多虑了，八神子，你们今天走不掉了。”他迫切的想要变强，强到能把那个爆炸头女人摁住，踹屁股踹回来。娘的，奇耻大辱！九神子和八神子对视一眼，算了，据点不要了，我们先走。
想办法从前线出去。我一定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的。可话还没说完呢，天色骤然暗了下来，还有风声、吼声。八神子和九神子带着几分不敢置信的目光，抬头看着天空之上。为什么？你们和夜读星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为什么夜读星也要到我们2个据点的战斗里来插一脚？一念也懵呢，甚至觉得夜读星那边对他的态度实在是殷勤的过分。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这么明显不对劲的情况之下，他不多想不可能。正想着呢，冷不丁被八神子一吼，一念脾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什么为什么？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旁边豆丁看得一颗心突突跳着，小声提醒说：人家一看就是来帮我们的，你别这么暴躁，要是让人家误会了就不好了。还不等一念出声呢，咚的一声，那巨大的银色狮子变成人形之后，不仅没有生气，他一脸心虚地看着一念。兽人心思单纯，师大可没有窝窝那么多心眼儿。听完一念烦躁的话之后，一脸心虚的表情，用他那黝黑的皮肤根本就压不住。他发出了憨厚的笑声，搓着手不安地往一念的方向看过去。豆丁不明白这些强者都什么毛病呢？一个两个围着一念这个才刚进入地灵境的人打转。一念没有马上去问师大的目的，他看见角落里面悄悄想走人的八神子和九神子。袁水水，他们要跑了。袁心碎笑了笑，正要动手，旁边的师大眼睛噔的一下放出了光芒。放着老子来！这2人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师大燃烧血脉之力，飞快地拧断了2个人的脖子。八神子和九神子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夜读星，为什么？他死死瞪大眼睛，像是没有一个答案就会死不瞑目一样。师大鄙夷地看着这2个人，用仅仅只有3个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着：谁让你们动了我们夜读星唯一的小主人呢？那是我们夜读星所有人都要护着的命根子，踏平你们福神塔都不够的，还往老子刀口上撞，利落的去死吧！师大还提着2个人兴冲冲地过来找一念。念念，送给你。他兴高采烈地捧上，满手的鲜血淋漓，看得人头皮炸裂。师大观察周围人的神情，不屑地撇了撇嘴。一念身上流着主人的血，肯定会喜欢的。一念果然脸色好看了很多。谢谢你啊。看吧，他就说吧。只是师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听见下一秒一念说着：那么你对我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总不能看我特别投缘吧？是的，就是这样。一念一噎，可师大就像咬死了这么一个可能，不愿意多说一句。一念的眸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的。是吗？你现在不说，我也强迫不了你们。毕竟夜读星强大，我又只是一个小小地灵境。师大挠了挠头。你迟早会变成小世界的至强者的。他这莫名的信心又让一念心中对某个方向的猜测加深了几分。他们不说，一念也有的是办法打听出来原因。他笑了笑，没有深究这个问题。袁水水，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一念撩起自己的手臂，露出上面的金莲花印记。这是什么？我们先进据点，我再帮你看。一念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里面福神塔的人都已经被清理掉了，白家和万寿国的人被捆绑住。窦将军，这些人交给你看押了。至于其他人嘛，一念看向了其他势力的人，比如吴家、凌天学院等人，他们立刻举起手。一念，我们可没参战，也没针对你们，谁当据点的主人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只是想待在据点而已，我们可都是五州的人。袁心碎一直盯着那个金色莲花，神情难看的拉过一念。这些事情让豆丁他们处理就好了，念念你和我进来。一念被拉进了房间里面。你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那你……但是这个东西上除了有精神烙印之外，还有非常复杂的空间构建体系。袁心碎的手指仔细地在那朵莲花上揣摩着，眼神变得越来越深。对你的性命构不成威胁。听见后面这句话，一念松了一口气，没有威胁就好，这个大前提可不能掉。那朵莲花被袁心碎这么摸着，本来还非常从容的印记竟然开始微微发起抖来。袁心碎冷嗤了一声，虽然是个好东西，下次我还是要和你一起，不然谁知道下次再往他念念身上的印的东西是好还是坏。一念郑重点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吗？你将精神力沉入试试。一念闻言就盘腿坐下，开始调动精神力。这朵小莲花连接到了一念的精神力，有成麻花一样的身躯逐渐的舒展开来。一念脑海抽搐着，好像要被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脑子都要炸开了，但他一动不动。就在一念研究这朵小花的时候，小神子他们的尸体被兽人们抛到了老远的地方，月光洒落在小神子尸体上。过了好久之后，他的身体竟然缓缓地裂开，就像是金蝉脱壳。
死的，幸好有父亲给我的保命符。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浪费在那2个女人身上。等着，等我回去将所有事情都告诉给父亲，你们都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身后就传来脚步声。小神子，他豁然转头，看见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老男人，带着一个被挖了眼睛的年轻女人在他身后站着，好丑。小神子下意识露出了嫌弃的神情，女人似乎是被他这个神情给刺激到了。师傅，我就要他的精血。放心吧，燕儿，我带你过来不就是为了取他的精血，待你实力提升，你想杀100个1000个阴念都行。小神子盯着这诡异的2个人，顿时觉得从头寒到了尾。而在房间里面的阴念，在精神力彻底用光之前，终于完全绑住了这朵莲花。嗡的一下，他眼前炸开白光，一道柔和却不带丝毫感情起伏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预备生阴念无上神域，灵虚境第1学院，欢迎你的到来。什么无上神域？还有灵虚境又是什么东西啊？阴念还没想明白呢，面前就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光幕。光幕是一个大镜子，照亮了他如今的模样。请出示你的学生印。欢迎你的到来，请出示你的学生印。阴念掀开了自己的胳膊，露出上面的金印。学生信息已收集完毕，可否要以真正容貌进入灵虚境？当然不，傻子才用自己的容貌进去呢。他揉了揉眼睛，还是上手给自己脸上加了一些小斑点，看着立刻变成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了。即将进入灵虚境，灵虚境时间流逝与外界不同，但所得历练成果皆为真实。灵虚境10日如外界1日，灵虚境1日可进1次。首席预备新生阴念，请入境。阴念只感觉眼前一花，眼前的景物骤然变化。他站在一个巨大大门口，门上悬浮着巨大的金色巨石组成的字“灵虚境”。阴念身边还有着一个巨大光圈，光圈里面不断有像他一样的人骤然出现。有些人和他一样一脸迷茫，也有的人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神情非常自然的就迈步往里面走着，还有的3三两两勾肩搭背，对着他们这些新来的人指着说着什么，脸上皆是倨傲的神情。一念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发现伊满和辣辣他们都没有进来，进来的只有自己的精神力。紫藤卓倒也还在，但是卓灵、吞吞进不来，这是那什么第1学院的地盘，所以说那几个女人就是第1学院的人了，他们是来招生的。正想着，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人冲他们走了过来。预备新生都站到我这里来，别都傻愣着，赶紧的。一念还没出声，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男人就忍不住对小辫子呛声道：这什么鬼地方我们都还不知道，你对谁指指点点呢？那些老生直接喷笑出声：新来的总是猖狂的。都是各个世界的天之骄子，咱们当年不也这样？一念看着他们这些老生窃窃私语，发现他们和自己是有区别的。他们的身体凝实，应当是在这灵虚境中历练过多次，而他们这波预备生身体是半虚幻的，也就是精神体。那小辫子似乎也见怪不怪了。这是什么地方？是能让你们脱胎换骨的地方。你们只在灵虚境待了这么一会儿，不妨看看你们的精神池如何呀？闻言，所有人都半信半疑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精神池，所有人猛地一惊，就连一念都被吓到了。他的精神池里的精神力竟然比之前的还要多。要知道精神力的增长极为困难，这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多是真的很可怕的。我精神力涨了，嘿嘿，我精神力涨了，嘿嘿，我精神力涨了。刚才呛声的那人开心的笑出声，小辫子也笑眯眯的，气氛非常和谐。可就在这时，小辫子猛地出手，砰的一声，那最先发出质疑的预备生被轰成了凌厉光点，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1等预备生王福被驱逐出境，剩余预备生位置1。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预备生们再天才，面对这种挥手就能让自己消失的人，也是满脸的畏惧。刚才那个叫王福的是死了吗？这里会杀人？他们不自觉地靠在了一起，只有一念一个人站在外围，他皱着眉头在沉思着。刚才那个是1等预备生吧？那他的首席预备，这是对每个人入学时潜力值的一个初步划分吧？一念越想越深入。喂，那边那个，你过来呀，我们大家要一起谈好。想到那个女人的实力，一念摇了摇头，没用的，我们打不过这里的人，而且他们也不会杀人。要杀人的话，在给你们种下印记的时候早就杀了。刚才那个人只是精神力重新回去了而已。
算了，随你吧。倒是那个小辫子看了一眼一念，你叫什么名字？看来这里面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一念露出了笑容，反正他连容貌都换了，索性连名字也换一换。我啊，免贵姓王，王家二狗。小辫子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这个女人耍他。哼！小辫子脸色一沉，一个标着王二狗的牌子就出现在手上了，一把丢给一念。你说你叫这个是吧？行，那你以后都用这个名字。哎呀，被反将了一军，二狗师兄对不起了，只能借你威名一用了。小辫子看到一念那张脸上精彩的神情，顿时觉得一口气顺了。其实我……下一个。一念看了看自己的牌子，也无所谓了，反正不用自己的真名就行。一念这么想着，就往里头抬脚走去，逛逛吧。等小辫子登记完所有人的名字，转头开始对着这些已经被他刚才那一手震得乖起来的预备生们训话。你们一定好奇这是什么地方，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在你们各自的小世界突破到最高境界之后，方可来我无上神域，而我第一学院乃是无上神域最高的学院。你们这些预备生，别一个个心高气傲的，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在我们第一学院，即便是洒水的童子，也比你们强上1000倍100倍。预备生不代表你们可以真的进入我第一学院，往年里100个预备生里也未必能有一个合格的。当然，在你们自己的小世界中，被仇杀夭折的也有许多。在灵虚境内不许内部厮杀，但是你们在外面，我们是绝对不会出手干预你们的事情。小辫子脸上带着冷漠的神情。在第一学院，都给我把你们身上那股子莫名其妙的傲气收了。我们第一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天才只是我们的入门标准罢了。小辫子一边加重语气，一边往一念那个方向看去，准备着重敲打他。结果一看，哎，那个什么王什么狗，他实在喊不出那个烫嘴的名字。哎，他人呢？其他预备生都摇了摇头。小辫子气得牙齿咯咯作响。好样的！他翻开名册，想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学生，结果翻开却忽然想起来，这名册上就没有王二狗这个名字，他用的是假名儿。就在他气得快撅过去的时候，一念已经晃荡到了灵虚境里面。这地方大概是第一学院里面唯一可以容纳灵体的地方。他看见了不少来来去去的老生，他发现就算是预备生也是有不同等级的，看他们的腰牌就知道了，1年预备生、2年预备生等等。一念看了看自己的，1年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单纯的预备生。喂，看你这精神体虚的，你是新来的吧？你怎么不去外面听训话？小辫子可能唠叨了，你不听，你要被骂的。什么训话？没有训话呀。是吗？小辫改姓了？是啊，没有训话这种东西吧？这位仙女姐姐，仙女惊得一口咬碎了糖葫芦，下一刻高深莫测的眼神就落在了一念身上。妹子，你很好，竟然透过我捏出来的虚幻身体看出了我的天仙本质。来，学妹说说看，啥的事啊？这里有没有方便我们修炼的地方啊？我想修炼，每天进来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当然是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修炼时间了。修炼室啊，有的，在迷湖上冒着水汽的那个就是啦。多谢。一念抬脚往前面走着，刚走出2步，就看见了一个巨大湖泊，而湖泊上面有一个悬浮而上的巨大房子，应该就是那里了。一念急不可耐地抬脚往里面走着。啊，修炼室对面还有个男澡堂，哎呀，算了，随他去吧。没走2步，胖姑娘就看见了小辫子气势汹汹的拎着名册杀了过来。狗，哎，有没有看见一个长着不少小斑点的新来的预备生？是个女的。狗，哎，有没有看见一个长着不少小斑点的新来的预备生？是个女的。胖姑娘顿时想到了一念，好像是去迷湖了。小辫子老师，你怎么能骂我狗呢？小辫子却不搭理他，他像一阵风卷向了迷湖的方向。你今天必须得死在我手上，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师重道。而此刻的一念来到了门口，他听见里面传来男人的笑声，不由得皱眉。第一学院的修炼室氛围竟然如此松散，还没有上山做内门弟子来得好呢。一念抬手一巴掌推开那扇门，里面是哗啦啦的水声，无数没有穿衣服的男人像一只只被拔了毛的白斩鸡，在头顶淋落下的热水里掐着自己的小细腰，一抖一抖的。谁呀？谁呀？他们被水迷了眼睛，一下子还看不清楚门口站的是谁，只看见了在水雾当中发着碧绿光芒的腰牌“王二狗”3个字格外的清晰。王二狗，哎，要洗就赶紧进来一起洗。外面的冷风都钻进来了。一念僵硬的转过身，还是不冷。
我进来洗不太合适，抱歉，走错门了。女人的声音，男学长们的手颤抖了起来。半晌之后，正在往这边冲的小辫子吓了一跳，为何男澡堂里面竟然传出如此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呢？一念被他们的尖叫声刺得耳朵疼。你，小辫子神情扭曲的朝他冲了过来。一念正打算开口解释一下，谁知道在里面洗澡的学长们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身上灵力浮动，一个挥手带出了水珠，饱含着对一念来说非常恐怖的灵力。小辫子面色一变，快躲开！一念试图躲开，可躲不开了。算了，也就一颗别人沐浴过的水珠而已。一念破罐子破摔的想着，可轰的一下，他裂开了，是真的整个精神体裂开。脑海中响起了声音：预备生王二狗，精神体溃散，今日份进入灵虚境的机会已用完，通道明日方可再次开启。一念一头问号，就一颗水珠？一念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还好没有用自己的本名，真是丢人丢大发了。他心底腾的一下烧灼起了战意，终有一天他会变成这里最强大的人，而不是他们随手甩出的一颗水珠就能把他赶回家的弱者。他的精神灵体猛地炸开，只留下了仿佛被人剥夺了贞洁的学长们和一脸菜色的小辫子老师。我还没训话呢。很好，非常好，王……救命啊！他真的是喊不出那个土气至极的名字。而就在一念被一颗水珠打出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学院的一间密闭修炼室中，青云首席，他已经来了。是吗？这就是给一念种下金印，被一念炸了一脑袋毛的那个女人。同时她也是第一学院当之无愧的学生首席阮青云。预备生中终于出现了金莲印记，是不是引起轩然大波了？阮青云都能想象到那混乱的场面。自从他当上首席之后，就开始挑选自己的继任者，无数的天才男女瞪大眼睛对他这枚金色莲花可谓是望眼欲穿。可他选了整整5年都没选中能令他满意的人。是挺动荡的。他是来了，自称王家二狗子。阮青云缓缓地转过头，那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浮现出几分疑惑的神情。这些字他每个都认识，组合在一起他怎么就不明白了呢？他一来就直接撬了预备生的驯化过程，没有展示自己的印记，大摇大摆溜进了灵虚境内，然后勇闯南澡堂。他阴念凭着一己之力，在第一天就让全校师生记住了他名字的神奇女子——偷窥狂魔王二狗。有人觉得此等新人真乃奇人，一定要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也有的人咬牙切齿，准备等一念再过来一起算账，比如被无视的完全的小辫子老师。于是乎，阮青云就看见这个平时只顾着修炼的第一学院的所有天才们，竟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想见阴念。被这么多人心心念念的想的阴念，此刻正一脸阴郁的垂着眸，不开心。主人，你去哪了？好玩吗？袁心碎说你去了另外一个空间呢。刚才那个叫做袁杰的也回去研究他的印记去了。大佬和百变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抢着在阴念面前说话。袁心碎拿着一卷书靠在躺椅上，见阴念一脸被打击的样子，袁心碎皱起眉头。在那个空间被人欺负了？阴念愣了一下，没有，就是产生了一点小误会。我还是太弱了，该更加努力修炼才对。说着，他下意识的沉神内视着，却一怔。我突破了，就这么短的时间，在那边待了一会儿就突破了。你本来就在一星地灵境巅峰，被外物刺激一下，突破也是很自然的。就算你没有进那个空间，最多1个月你也能自然突破。他没有告诉一念的是，在一念的精神体去那个空间的时候，他也试图把精神力侵入进去，不过并没有成功。那边排斥太过强大的精神力，似乎只想收一些天赋极好但实力还没到的人。袁心碎不喜欢一念去自己去不了的地方，他默默垂眸，不过也没什么，只要解开封印拿回实力，亦或者他突破大神境，那层针对他的禁锢就能被直接打碎了。念念找到了落珠果，剩下的3样东西里有1样他已经有些眉目了，到时候得想个办法取出来才行。而一念还在检查自己体内又同时暴增的魔元素和灵力，能提早1个月都是好的。走，我们出去看看，我得去会夜读星那些人了。一念刚走出去，就对上了匆匆往他这边赶过来的袁杰。哇，那朵梅花竟然连通着一个时空哎！无上神域，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学院的？那个叫做落雪的女人选中的是袁杰，袁杰是梅花，她的学院是莲花，肯定不是同一个。我的叫做逆风学院。一念点头，没有第一学院霸气啊。
不过第一学院也是真的不要脸，直接用第一来命名。哎呀，这份霸气可真是。你是什么学院啊？第一学院。袁杰面色顿时古怪起来，原因没有别的，因为他一进去，手腕上的金色梅花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说是首席预备什么的。一个老师抓着他，满脸严肃地告诉他，既然是落学选择的人，就一定要争气云云，要打败第一学院，成为无上学院最优秀的学院云云。原来一念是第一学院的呀。第一学院那边的人看见你应该很吃惊，毕竟你有金色莲花印记啊。能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呀？放心吧，很快他们就会忘记的，我又不会三番两次往南走堂里面冲。为什么他听不懂一念在说些什么？念念，你想去我们夜读星参观一下吗？师大有些迫不及待的，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一念身上流着和他主人一样的血，那么也就是说一念也可以举行觉醒仪式，这觉醒仪式是他主人创造出来的，几乎能让契合值再一次翻倍，那才是真的脱胎换骨。只是2次觉醒必须在1次觉醒之后的1年内举行，所以师大才这么着急。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夜读星啊？更何况我还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呢。豆丁在旁边听得满头冷汗，为什么一念对他们说话总是这样不客气呢？让他这个旁观者听得心惊胆战的。可偏偏师大就和中了邪一样，死活就不生气。其实是关于2次觉醒的事情。他撇开了自己和主人的关系，将2次觉醒的原因说了一遍。别的御兽师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夜读星的所有兽人都很喜欢你，欢迎你来我们夜读星举行2次觉醒的洗礼。为什么？没有人会对别人无缘无故的示好。虽然我的契合值很不错，但我没有自大到觉得我现在的实力能够连你这样的强大兽人都会为我折服。一念觉得这些人真是热情的古怪。而且我从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既然你是兽人，那你是否有和你签订契约的御兽师呢？我能见见你的御兽师吗？师大面色一僵，一念看他这副神情，几乎是肯定道，还是说我和你的御兽师有什么关系，才让你对我这么热情？又或者我和你们夜读星当中的某一位位高权重的人有什么关系，才让你这个从属者以小神境强者的身份对我这个地灵境的丫头片子如此耐心又小心？除了这2点，我还真想不到你对我如此殷勤的原因。一念语气冷漠地分析着，就好像在说的事情和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冷静。师大脑袋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冷汗，这可怎么好？2个可能全中啊！他们家小主人这么聪明的吗？一念仿佛就能猜到他想法一样。不是我聪明，是你们实在示好的太过明显，让人想不到都很难。若是你不说实话，那我以后都不会见你了。一念下了一剂猛药，他赌一把，这个施兽人对他很重视。果不其然，别，我告诉你，小主人。他第一次当着一念的面喊出这个称呼，顿时心口一松。是，你本该是我们的小主人。一念有想过千百种回答，甚至想过这些小家伙是不是知道他的凤骨，觊觎他的凤元，可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小主人这3个字的回答。师大却已经压不住汹涌的情绪，声音拔高，情深意重地说着，小主人，你知道我们有多想这么喊你吗？说着他就要冲过来，袁心思直接抬手掀飞了师大，他神情难看，滚一边去。兽人族们群体暴躁，现在摊开了说了，他们也不怕了。小主人的2次觉醒是一定要进行的，师大都准备好站起来干架了，却听见一念慢悠悠地说着，我不是你们的小主人，我的血脉来自5州万兽国皇室，我的天生凤元只有皇室的血脉才能拥有，这是铁证，所以我根本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小主人。师大下意识摇头，不可能，烈天的召唤者，这也是血脉的证明，还有你和我主人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容貌。他们各持己见，相应住了。就在这时，一念脑袋里面响起了第一学院那边的声音，第一学院预备生管理老师已经为你开启1日可进2次的通道，管理老师邀请你再一次进入第一学院，是否要进入？一念这会儿正烦着呢，不进爱谁谁，烦着呢，规则不是1天进1次吗？毛病兮兮的。而无上神域一批等着看那位满身王霸之气的学妹的学生们，眼睁睁看着小辫子老师手上连接空间的法器里传来一句带着嘲讽十足的平静女声，对方拒绝了你的邀约，并对你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嘲讽。对方拒绝了你的邀约，并对你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嘲讽。好样的！他身后是怒气冲冲的学长们，还有等着看好戏的一帮学姐们。你们赚了呀！身后一帮没有戏到的男人们也爆笑起来。
听说是个妹妹呀，人家妹妹还没叫，你们这些大男人还叫了，还攻击人家。我不小心的，可这实在是太离谱了。没关系的，阮青云严肃地对着所有学生保证道。等他多在我们学院待过几次，就会明白我们第一学院的规矩是什么了。像今天这样的闹剧，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而被无数人惦记的一念，这会儿正在和师大对峙着。我肯定不是。你肯定是，你就该和我们回夜读星。主人不在，我们现在没有主人了，夜读星是你的，你有继承的权利。众人越说越激动，恨不得现在就押着一念去夜读星里看一看，顺便进行一个二次觉醒。直到一念身边坐着的男人抬起眼睛，找死！师大身后的兽人们满头的热血顿时冷却下来了。阴满在一念脑袋里面咆哮着：什么阿猫阿狗都要攀亲戚，念念不许去！你是我们家的崽，你长到这么大都没管过你一下，让你在那鬼地方吃了这么多苦的男人，不要也罢。阴念沉默了一瞬，正想安慰安慰阴满，就听见师大嘀咕道：得快点回去才行啊，星火花再过不久就要凋谢了，没有了星火花怎么能进行二次觉醒呢？话音刚落，一念想要安慰的话就被阴满亢奋如鸡啼的声音给掩盖住了。去，念念，你一定要去夜读星，这么好的地方，当然你是唯一的王啊！不等一念问出自己的疑惑，阴满就说：星火花，解开封印的第二种宝物，和落珠果一样难得，竟然在夜读星。真的吗？一念不敢想象，自己竟然这么快就有第二种宝物的消息了。他脸上马上堆积笑容。我愿意去夜读星，但是我能摘一朵你们夜读星的星火花吗？那个东西很珍贵吧？我可以拿别的宝贝换，法器、灵术，要什么我都有。当然可以，整个夜读星都是你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不是的，我是万寿国皇室的，你们主人难不成是万寿国的王吗？闭关闭的仿佛死了的那个。他们核对了一下时间，师大有些沮丧。我们主人，虽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具体的身份，但是从那位万寿国的王出现的时间上来看，是对不起来的，年纪也对不上。但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但是你肯定是我们的小主人没错，只要去夜读星二次觉醒就知道了。如果你是我们主人的血脉，我们会有证明的方法。我愿意去夜读星，去了之后不仅可以拿到星火花，还能证明他的身份，让这群心地纯善的兽人死心，别浪费心思在他身上也挺好的。我陪你一起去，反正这边离世界窗再次开启还有时间。好，再等我一会儿，我一定帮你把白头上的封印一起打开。袁心碎笑着伸出手指缠住了他长发，眼中笼着一层薄雾，看起来似乎对这个并不是很在意。一念，我就不和你去夜读星了，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提前出去的。我这次和福神塔是真的不死不休了，我不能连累宗门，等我回去之后就退出宗门。一念开口想安慰两句，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那就行了。不过世界窗不打开你怎么回去啊？旁边大长老站了出来。念姑娘，如果不放心的话，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们联手弄一个阵法，多的不敢说，送一个人出去还是没问题的。真的吗？那多谢了。看得出来，袁杰很怕圣山宗受他牵连，只想趁着现在福神塔那边的人压根儿还不知道消息，他自己提前退出圣山宗算了。光阵很快就出现在一念面前，袁杰站在光阵上，瞬移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念见状，转头看向袁心碎，空间阵法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啊？随时可以，现在也行。师大已经迫不及待地兽化了。小主人，去夜读星学，来，我现在就驮你去夜读星。一念点头，带着辣辣一众小崽爬上师大的背。而另外一边，袁杰直接回到了圣山宗的门口，看着熟悉的大门，袁杰心底有感谢也有惆怅，但很快想到能和一念一起去闯荡，心里还有振奋。走到内门门口的时候却愣住了，紧闭的内门门缝里，腥臭的血浆一层层的从宗门内部流淌出来。袁杰浑身发抖。老宗主，师弟，师妹。他咬着牙，双腿发抖地推开那道门，旁边是一张他熟悉的脸。圣仙仙，仙仙。圣仙仙还留着一口气，他支起眼皮，眼前世界有内在，天一周的对外防御被破开了。你说天一周不只是我们圣山宗，
老宗主呢？他们人呢？盛仙仙死死抓住袁杰的胳膊，视线越过袁杰的背后，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袁杰飞快地扭头，可下一刻胸口一痛。袁杰吃惊地看向盛仙仙，他脸上的虚弱已经都没有了。哼，让所有人都尊敬的袁杰师姐死在我的手上，滋味怎么样啊？是你背叛了圣山宗。是我又如何？是圣山宗先不要我和我父亲的，我们不过是礼尚往来。再说了，背叛圣山宗算什么呀？盛仙仙目光狠厉，我父亲是要做天一州的主宰者的，已经化成我的养分吧，大天才！盛仙仙眼中那份恶毒，袁杰曾经在无数修邪师眼中看见过。盛仙仙成了修邪师，给我去死吧！可就在那一刻，一颗圆圆的蜗牛从袁杰怀中掉了出来，下一刻，盛仙仙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兽，他惊叫了一声，往后退去。而从袁杰袖口里滚出的沃二叔立刻捞起重伤的袁杰，往外面跑着。娘的！本来是怕我的大侄子挽留我，悄悄跟着袁杰出来的，谁他妈知道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呀！沃二叔拍着袁杰的脸，哎，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咋和我大侄子的主人交代呀？我会不会被切成一块块的呀？而就在这时，地面轰然塌陷，一颗颗小脑袋冒出来了。留在天一州的部分地鼠立刻冲着沃二叔招手：“快来呀！念念财神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沃二叔毫不犹豫，他没有任何战斗力。等盛仙仙反应过来之后，就是一个死。沃二叔立刻带着袁杰跳进了地鼠坑中。而另外一边，一念终于来到了夜读星的世界窗之中。小主人，等你2次觉醒成功，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去五州。我倒是要看看那个自称是你父亲的男人是个什么鬼东西，一死关我也要把他给拉出来。世界窗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辣辣想去抓一念的手，可却抓了个空。石英看了一眼辣辣，直接用尾巴卷着一念：“走，我带你进去啊！”这个小婊砸终于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一念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一花，周围的空间都扭曲起来。他听见了一声闷哼，转头就看见石英的尾巴被人生生掰开。袁心碎一只手拉着一念的手，冲他笑了笑，两人靠得很近。就在一念看得出神的时候，袁心碎开口：“我们到了。”眼前炸开一阵白光，一念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但下一刻，花香和笑声还有欢呼声冲入他感知之中。他睁开眼睛，看见的却不是他想象当中凶悍的兽人一族会喜欢的遍地荒野的地方，无数的鲜花，红的、紫的、白的，交相缠绕着。一念看得目瞪口呆，这些花竟然都有脸盆大小。一念吃了一惊，妖草兽，小主人吧？是小主人吧？兽人们齐心围了过来。这些兽人实力有高有低，智力也参差不齐。比如一群长着猪鼻子的兽人就盯着一念的脸，十分肯定的道：“什么小主人呐？这不就是咱们主人吗？主人呐，你咋穿裙子了呢？哎呀，主人呐，你就算找不到女人，也不能把自己变成女人呐！你变成女人，你也生不出崽子呀！”一念面无表情地推开了他颤抖着伸过来的手，看向师大。师大哈哈大笑着，趴在老朱有些聋的耳朵旁大喊着：“老朱啊，这可是咱们的小主人！我上次出发之前才和你说过，咱们主人有后，有后，懂不懂？”啥？你说啥？你要赖账？他伸出了自己的大蹄子，毫不心软的挥手就是一巴掌。燃烧血脉之后实力强横的师大，竟然如一片风中的败柳飞了出去。你小子还欠我3万灵晶，别以为我年纪大了就记不住事情了。袁心碎的目光落在这个老人身上，只见一个小小光阵凝聚成形，辣辣、窝窝和百变也跟着挡在一念面前。主人，小心一些！老朱盯着几个家伙，轻轻的咦了一声。他在3个小家伙身上目光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辣辣身上。你这小家伙！他皱眉，小神兽巅峰气息顿时炸开。辣辣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啊！一双眸子顿时变成了血红色。而就在这时，一念发现身上的风源竟然变得无比的滚烫，竟然在体内开始沸腾起来。轰的一声，一只巨大又虚幻的血凤竟然在天空中沐浴着阳光显现了。这是……老朱脸上露出了十分震惊的神情，周围那些小兽人眼底露出几分畏惧惊恐，远古而来的血脉气息让他们浑身发颤。
一个个的匍匐了满地。念念，行了，别吓唬他们了。百变和窝窝也认为主人这是要故意震慑。我不是故意的，他身上的灵力不受控制的往复原的方向跑着，我说不起来。那边的凤凰虚影不仅没有消失，反倒是越发的凝实了。地面开始颤抖，一朵朵猩红的花朵从地底深处钻了出来。这样的阵仗，老朱耸了耸鼻子，神情忽然变得激动起来。一念早已是满头大汗，可他控制不了自己，凤元陷入了一种兴奋到癫狂的状态。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一念痛苦地捂住了额头，他的凤元像是想从身体里面裂开钻出来一般。一片混沌当中，他听见了老朱兴奋的声音：星火花开，裂空血脉，是他回来了。星火花开，是他回来了。老朱的声音刚落下，旁边就多了一道身影。老朱，你可真是老糊涂了，这小姑娘如何能是我们主人？就算是返老还童，也不可能变成了娇滴滴的小姐吧？一念看着脚下盛开的花朵，星火花上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反馈到他身体当中，然后被凤元贪婪地吞噬掉。他浑身的骨头又痛又痒，只能咬牙硬撑着。别怕，念念，我在旁边帮你看着，你要2次觉醒了，别害怕。他的手掌很温暖，从那小小的万寿国开始，一路冲着他走过来。一念心中大定，不再抗拒那奇怪又陌生的能量。见他盘腿坐下了，星火花竟然开始围绕他层层绽放。袁心碎果然没有食言，就站在一念身边守着他。那玄衣男人本来是一脸笑容的看着一念汲取花朵力量的，可一见到袁心碎，他顿时老脸一垮，看向了师大。那是谁？师大拍了拍身上的灰。哦，咱们小主人的朋友。天轩，小主人这是怎么了？你看不出来吗？星火花淬骨，这是2次觉醒啊！可我们还没给小主人举行仪式啊！糊涂！你忘记这星火花是何物所化了？啊，你是说？没错，我现在很肯定，主人没死。天玄的眼中有激动的神情。星火花只有我们夜读星才有，因为星火花是用主人庞大的精神力和寿元力融合浇灌而成，更是融了主人一丝血脉之力。在他踏进这里的第一时间，星火花不用仪式便自愿绽放，迫不及待地为他进行2次觉醒。把魂玉取出来。师大立刻掏出来，果不其然，魂玉正在散发着淡淡的温热。你我都没有资格为他进行觉醒仪式，只有他自己的生父才有资格。他们看向了被一颗巨大光影包裹的一念。只是明明魂玉滚烫，可主人此刻又在哪里呢？而此刻，因为2次觉醒的痛苦渐入一片昏沉的一念，模模糊糊的像是跌进了一个虚幻的空间。他旁边响起一道轻笑声。醒了。一念心底一惊，他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他面前，难辨胖瘦。你是谁？一念问的还算客气，可谁知下一刻那身影竟然一张嘴就口出狂言。我是你爹呀。你是谁？我是你爹呀。一念垮了脸，哼，狗贼找死。不愧是我的种，这打人的姿势我也喜欢。一念怒极，可没想到攻击落在那人身上时，竟然直接穿透过去，伤不了这个男人半分。好，打得极好，只是刚才的出招不够凌厉，该让我亲自教导你才是。一念看这人满口疯话，又打不到实体，索性压下满心怒火。他看向四周，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内黑黢黢的，可山洞墙壁上结满了无数的晶石。一念眼神一凝，全部都是灵晶，大片大片的。你喜欢？男人看他这么快冷静下来，顿时觉得一念很聪明，更高兴了。等爹爹从这里出去解了困，这洞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一念环顾四周，抿紧唇不说话，见他是一脸警惕的样子。你2次觉醒的星火花融了我的血脉之力，只迈进夜读星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不用觉醒意识就能让星火花绽放的，你就是我的孩子，没有错。是他用尽了手段，借着那块魂玉，将一念的一缕精神力拉到了如今他所在的地方。你是万寿国的王？哼，那个废物也敢和我比肩？他正要再说2句，一念眸光冰冷地搂在他身上。就算你不是，那又如何？我不在乎我的父亲是谁，左右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父亲。我从前没有父亲，以后也不需要父亲。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是人也好，是鬼也罢，如果你是真的，那我倒宁愿你死了。阴念握紧了拳头，他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可现在避无可避的恨这个莫名其妙又出现的人。夜毒星的主人多了不起啊，可真是奇了怪了，你这么了不起的人，怎么会护不住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呢？既然你认为万寿国的王是个废物，那你怎么又让一个废物的妻子杀了你的妻子呢？还是说你觉得我的生母她配不上做你的妻子呢？男人听了这话沉默了许久。抱歉，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你的存在，至于你的生母……男人似乎是纠结了一瞬，他看着那双和他堪称是一模一样的眼睛，到底还是没能狠下心隐瞒他。死去的肯定不是你的生母。阴念缓缓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你的身世比你想象之中的要复杂得多，但我确实愧对于你。你的那位名义上的生母，却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你而死。这笔仇，你爹我来报，不用你一个小丫头费心。男人走了过来，想要抬手摸一摸阴念脑袋，被阴念2下刺，当然没能刺穿。阴念气得咬牙，凭什么他打不到他，他就能碰到他呢？我从来没说过不为我对你的亏欠负责。你放心，等我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之后，等报完仇，哈哈哈哈。他的笑声里面带着洒脱和十足的宠溺。到时候啊，我的小祖宗要我的命都行。在阴念开口想问自己身世的具体情况时，他抬手一巴掌打在阴念脑袋上，嗡的一声，阴念看见自己的精神体开始溃散。你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我的小祖宗，出去玩吧。等爹爹我出去之后，便把那些欺负过你的人的脑袋，以及你爹我自己的脑袋一并奉给你。阴念在精神体彻底溃散之前，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神经病。接下来精神体归位，不同于刚才的痛苦，阴念只觉得浑身都像是浸泡在了温泉当中，来自血脉上的安抚让阴念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陷入了不可控的深眠之中。在老猪他们眼中，阴念的实力正在一点一点的攀升。哎，小主人的2次觉醒为什么一点都不痛苦了？不是越到后期越痛苦吗？蠢，陌生兽的洗礼和主人自己亲女儿的洗礼觉醒能一样吗？他们确定主人没死之后，心情大好，一个个脸上都露出笑容来。而远在一处极寒之地的黑暗洞穴当中，一个中年男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小祖宗长得可真是漂亮。他看起来骄傲极了，直接起身向着洞穴深处走去。洞穴深处有一片巨大的冰冻湖泊，男人大笑几声，对着湖泊猛地拍了过去。孽畜，出来！我今儿个见了我家姑奶奶，心情好，便勉强与你再大战300回合。湖泊底下睁开一双金色瞳孔的巨兽，看了一眼自己身上还没好全的伤势，娘的，神经病呢！而另外一旁的袁心碎看着重新闭上眼睛的阴念，只是看见阴念精神力竟然晃动了一下的时候，他的眸中闪过一抹阴郁。有人拉了阴念的精神力？他视线转了一圈，最后落在那发烫的玉佩上。玉佩给我。做什么呀？和某人打个招呼。就在石大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袁心碎的一缕精神力已经以一种蛮横的姿态，直接顺着灵魂印记冲击了过去。洞穴当中，哎呦，五州竟然还有精神力这么强的人。底下那个巨兽也感受到了这份磅礴精神力，他眸中光芒涌动，搞不好能联合这个人一起制衡这个男人呢。他兴奋地从湖泊当中钻了出来，浑厚如雷的声音冲着那个男人大喊着：苏家受死吗？苏家受死吗？那巨兽的金色瞳孔中清晰地映照出袁心碎那张极盛的脸。来者何人？若碾压苏家，我必有重谢。袁心碎的目光先是落在了对面的苏将身上，他的视线在苏将那双与他的念念酷似的眼睛上一扫而过，下一刻抬起了手，无数的精神力直接凝成12角法阵，将这巨兽给团团围了起来。光束如炮弹轰出，巨兽本就多的伤口顿时被撕扯得血流如注，巨兽像条泥鳅一样的跳动起来。你们人族果真没有一个好东西。可显然面前2个男人都没有分注意力给他。苏将看着这个男人，你话都没说完，他就看见这个男人一抬手又是无数光阵，只是如今这光阵却指向了他。什么意思？就凭你这临时凝出来的连本体都不在的精神体，想和我打？你不过也只是一个被困住的小神境巅峰而已，有什么打不得的？语罢，阵法已经轰了出去，整个洞穴都颤抖起来，落下来的石头还砸在巨兽脑袋上。他又是痛骂出声，
他娘的！你们有话不能好好说，非要打，伤及无辜。袁心碎瞥了这个巨兽一眼，仿佛在打量一块死肉。他从来都是鲜兵不理，这瘦肉就是带不出去，不然念念肯定喜欢。念念的大锅也很喜欢。烟尘散去，苏江脸色难看，没受伤也多了几分狼狈。就在他打算和袁心碎认真过2周的时候，是你拉了念念的精神体，你不知道他在24觉醒了，精神力若是受损，后果不堪设想。你这是要害他。看来你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自己的亲女儿，我怎么会害她？如果不是借着星火花的血脉传承护着，他是肯定不敢生扯一念精神力的。亲不亲的，不是身上沾了点血就算数的。他需要你时你不在，如今也不想你在。苏将对着袁心碎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他抬手，4方灵璧将袁心碎的精神体完全困住。你只是个精神体，我稍微认真些就能将你打得粉碎。你这是在同我耀武扬威。苏将心底冒出咕咚咕咚的酸泡来。我不是在同你耀武扬威，只是告诉你，如果我是你，但凡有1/1000的可能会损伤到念念的，我就不会做。苏将脸色难看，却张不开嘴了。袁心碎看着他，在心底冷笑了一声。从一开始就消失不见的男人，这就想立刻当他念念的爹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袁心碎看着这4方的灵璧，冷笑了一声，似乎并没有将他的手段放在眼里。苏将啊，苏将，你说你若是全盛之时，他这样啊，你不是一指头就能碾碎？现如今还要被教做人，羞不羞啊你？我全盛之时，他这样的我也从不曾放在眼里。嚯，好大的口气！我马上就能出去了，在我出去之前，帮我照顾好我女儿。帮你？你暂且还没有这个资格，我自然会护她如我掌上明珠，也会助她成为天上月。袁心碎说完，似乎是感应到外面有动静，念念觉醒完成了。那张从进来开始就一直冷着的脸上，竟然浮现出几分笑容。他甚至一句话都没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唰啦一下消失在苏将面前。他走了之后，巨兽冷哼了一声：“你可真是好说话，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他也就精神力强一些，可主修精神力的本体不在，奈何你不得。你如今也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货色。”刚说完，就被苏将一巴掌拍回水中。哼，老子高兴，不就是仗着和念念亲吗？他嘴上不屑，心里其实酸死了。大长虫，过来，弄死你，我就能从这里出去了。老子今天要和你打上500回合。巨兽的脸顿时黑了。我他娘的是龙！后面的话淹没在了苏将的拳头之中。此刻夜读星内，袁心碎瞬间归位，看向了一念那个巨大的茧子。天玄看着一念，眼神也跟着激动起来。24觉醒看的便是天赋能力，小主人的天赋只怕是不会逊色于主人。主人当年24觉醒便是连升了6星。6星？你说真的？之前一念才连升5星，大家都觉得非常了不得了，没想到一念的老爹更是争气。那是自然，24觉醒便是彻底的脱胎换骨，本该吃大苦头的，不过有我们主人护着，小主人自然是……话都没说完，面前的茧子彻底脱落了。一念睁开了眼睛，他的凤元竟然从背后飘了出来。兽元离体？不对，是传说中的凤元，这怎么可能呢？凤元离体，明明是天灵境之后才能做到的事情。一念睁开了眼睛，地灵境巅峰吗？还差一点儿。恭喜小主人，从1星地灵境涨至地灵境巅峰，已经很够了。恭喜小主人，从1星地灵境涨至地灵境巅峰，已经很够了。够了，不够。他需要刺激，借着这次机会一举突破天灵境。一念握紧双手，眼中战意迸发，他只需要最后一把推力。不够，来战！一战破境。一念看向了在场的人，袁心碎皱眉，他和一念实力相差太过悬殊，不能酣畅淋漓的一战。而兽人们则是猛摇头，怎么能和小主人打架呢？袁心碎，一念抓住了袁心碎的手，晃了晃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袁心碎顿时就明白一念什么意思了，他要去第一学院了。袁心碎立刻抱着一念直接飞升进了屋子，唰啦一下就下了3道封印阵法，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来。一念立刻顺着空间印记把自己的精神体主动传了进去。
这一次进去的十分顺畅，一念带着一身要破不破的气势，直冲学院的比试台。比试台可太好找了，一念到的时候，发现每个台子上都有人，那些和他一样的预备生都有对手了。只有最中间一个台子上，一个男人正笑着看自己周围的预备生。没人来吗？怎么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他态度嚣张，旁边一些已经待了有几年的老预备生冷吃着。他是地灵境巅峰，我们天灵境的又不能主动找他打。那些第一学院正儿八经已经进入学院的学生，更是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他，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嘿，你还别说，这人还真是有几分本事呢。之前也有5、6个地灵境巅峰都被他干趴下了，不然你以为他这满身的猖狂劲哪来的？这就没有人可以制止他吗？啊！男人的笑顿时僵住了。你少废话，打！你个小娘们儿，待会儿被我打了可别哭鼻子。这人是看不起女人的，他拿出自己的法器，飞快地酝酿大招。细皮嫩肉的女人就该回家绣花。砰的一下，强大的气量威压顿时在台上炸开。一念深吸一口气，圈势再一次用出，庞大的白圈竟然直接把周围8个地灵境台子全部圈了进去。画师，众人只觉得脖子一冷。哎，怎么下雪了？那片片柔和的雪花竟然在顷刻之间飞舞起来，形成一个巨大龙卷。庞大的灰色灵力主动切割利刃，一念浑身的气势完全无法自己控制。这巨大的雪龙卷竟然将8个台子全都笼罩进去了。这是什么灵术？在场的预备生全都愣住了。只不过瞬息，大家睁眼看去，却毛骨悚然。8个台子，竟然只剩下一念一个人站着。他对面那个让他绣花去的男人，被一念一脚踹下台。修炼不行，绣花也不行，真是废物一个。修炼不行，绣花也不行，真是废物一个。一念看向周围8个台子的比试者，他们也被波及到趴下了。抱歉，我不是很能控制我的实力。他说的是实话，可周围的人却感觉心头一片冰凉。不活了，好耻辱啊！被1串8，不对，2、8、16，被1串17了。1串17的壮举很快就吸引了比试台这边所有人的目光，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这人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啊，他才不互通姓名呢，上来就是干。甚至有些手上没事儿路过的学院正儿八经入学的学长学姐都停下了脚步。一念选择的这张脸虽然不惊艳，但是他的年纪摆在这儿，他是这一届入学的预备生里最小的，看着尤为面嫩。还是个妹妹呢。妹妹，你可悠着点儿。妹妹，你还打吗？那些学长们并不知道他什么名字，索性一口一个妹妹的喊上了。一念一句话都没有回，不是他要端架子，而是他现在体内完全烧着这一把火，这把火不断的焚烧他的理智。要是今日破不了境，不，他不会破不了的。一念深吸了一口气，无视围着他看的那群人，脚步不停地往更深处走去。妹妹，你做什么去？妹妹，你叫什么呀？一念一律没有回答，因为他现在浑身难受的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妹妹挺心高气傲的呀。第一学院谁不心高气傲？他若是能坐稳地灵境第1的位置，那傲点又如何？哎，等等，你们看他现在是去了哪里？大家面色骤变，因为一念正朝着天灵境比试台的方向走去。妹妹要去天灵境台？越级挑战以前也不是没有，只不过这个妹妹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呀，她行吗？把周围的人穿成肉串的妹妹，你还担心她不成？果不其然，一念直接去了天灵台上，底下的天灵境预备生们犹犹豫豫的，他们这么上去未免有些欺负人。一念左等右等等不到人，忍不住开口说着：“第一学院竟然连1个能打的都没有吗？”一个3星天灵境的2年预备生立刻上头：“我来。”只是上去之后，他又开始隐隐后悔，3星打他一个地灵境巅峰，好像有点欺负人。他下意识的抬眼看着一念，结果小妹妹慌张的神情他没有看见，只有一把撑开的红伞和一念兴奋至极的声音：“来得正好，3星正是他所需要的。”一念的事情被传了出去，大家都对这个所谓的妹妹很好奇，就连首席阮青云都听见了这个消息。什么妹妹？我去看看，可能是别的负责人召集来的黑马吧。他们都没想过那是一念，毕竟一念在这里被称作叫王二狗，多么的别致，让人看过一次就不会忘了。可能是别的负责人召集来的黑马吧，我去看看。不用，等一念到的时候再告诉我就行。他也不是什么人都关注的，他没有去，但是知道出了个凶悍妹妹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而此刻的一念悍不畏死的一次又一次的冲上去。他发现实力强大之后，风源里的涅槃生气十足，竟然在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可修复伤口的生气。再来！男人简直要一口老血喷出来。看见一念一次又一次的被他打趴下，就站起来，而且眼中光彩越来越明亮，好像他割裂开的精神体就不会痛一样，甚至一度觉得这个妹妹多半脑子有些大病，看起来竟然是在享受。一念脸上的笑容正在慢慢扩大，众人都觉得这是个疯子吧。然而一念眼神一凝，下一刻精神体竟然凝实了数倍，众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突破了天灵境，一念精神体可悬浮半空，果真是天灵境。对面的男人见一念那一脸真是越打越爽的神情，如今更是在战斗当中一举突破。要是今天被打散了精神体，再要过来就要等到明日了，白白浪费了修炼机会。我认输了，妹妹厉害。男人似乎对面前这个享受战斗的奇女子十分好奇，利落认输之后开口问着：妹妹叫什么呀？名字不重要。男人打了个寒战，为什么一念看着他的眼神总让他有种这块垫脚石还挺好踩的这样的错觉呢？只是不等他继续追问，一念就迫不及待地将精神力撤了，他消失了。走了？所有人都懵了，而那些学长们听见这话倒是很诧异。前有女预备生勇闯南澡堂，后有号称妹妹战中破境，这一届的女孩子怎么都如此凶猛？也有之前被看光光的学长气愤难当地说着：别胡说，依我看，妹妹是个勤奋修炼的人，王二狗那个女人如何能和那位传言中的妹妹相比？这种话以后都不要说了，辣耳朵。一念还不知道自己又出名了，对他来说，这第一学院就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也仅此而已。精神体归位，一念猛地睁开眼睛，入眼就是坐在旁边满眼冷厉的袁心碎。夜深了，烛火在他眼前跳跃着，火焰被他掐断一截儿，讨好的缠绕在他的手指上蹭着。他好似被天下万物所喜爱，眼尾的红痣在烛火的辉映之下，将他衬得如深海神奇，明灭之间满眼灿烂。纵然已经和袁心碎很熟了，一念还是一时之间看得愣住了。袁心碎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被火轰了半天也不倦温暖的手落在了他额头上，一念顿时就感觉天空中的精神力变得舒服起来。还好精神体没受影响，一念才从美色恍惚中保持了一点点清醒。不是你说的去第一学院对我有利没有害吗？怎么还这么不放心呢？袁心碎脸上笑容收了收，一念自己主动用精神力去探，他当然不担心，他担心的是那天一念的精神力被苏将强行拉走，会不会留下隐患。虽然苏将自己有数不会伤到一念，可他突然冒出来一口一个我是他爹，我不会害他。别说袁心碎压根不信任这个陌生人，就算是一念本人第一反应也是警惕，凭着那些受人再三保证也是没有用的。袁心碎想到这里，脸色避无可避的一沉再沉。怎么了？没事。他说没事。一念感受了一下自己澎湃的精神力和灵力之后，倒也跟着皱起了眉头。你说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父亲吗？那男人叫苏将。苏将和苏林叶一样也是姓苏。一念顿时握紧了拳头，他笃定自己生父就是那个必死关的万寿国帝君的原因，就是因为凤元切切实实只能出自苏家皇室。可他忘记了，苏家皇室的男人真的只有那个帝君一个吗？他就不能有兄弟有叔伯之类的了？一念不说话，气氛顿时冷了下来。娜娜和百变有些不习惯，窝窝冲着两只崽摇了摇头。你们也要看看气氛吗？让主人安静待一会儿吧。哎呀，百变比娜娜强上一些，拉着娜娜安静地坐在角落。袁心碎看见一念呆坐着想了很久。别担心，在一世明亮里面，他的声音让人特别的安心。你想认就认，不想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摁着你的头让你认，怕什么？他眼底有明辉光耀。有我在，谁能给你气手？也是，这都是小事。他也不是那个被困在斗兽场上日日做梦希望自己的父亲能过来摸一摸他脑袋伸出手救他的孩童了。尸山血海中踏出血路的人，心念动摇也就是瞬间而过，如烟火瞬消。你休息吧，你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念也不矫情，倒头就睡。睡前还问袁心碎：你呢？看书。袁心碎又拿出一本书来，
这是一本阵法书。一念在陌生的地方，有熟悉的人坐在旁边，他也安心不少。你等我睡2个时辰，然后我接替你。袁心碎失效，难不成他还怕外面那些兽人偷袭吗？他的念念戒心也真不小。一念睡着了，还模模糊糊地想着，袁心碎可真是一天比一天沉稳下来了，那股子疯劲儿好像也少了不少，就是比刚认识的时候人看着越来越冷冰冰的了。还不知道袁心碎已经在洞穴当中疯一把的一念，带着对自己认为的睡越来越沉稳的想法，彻底的睡了过去。袁心碎看了他许久，最后缓缓抬起手，手指上竟然渗出一滴鲜血，落在了一念额间。这一滴血直接渗透进去，一念看起来倒是睡得更好了，反倒是袁心碎脸色骤然苍白了下来。只是他毫不在意的笑了笑。百变和辣辣窝在旁边睡觉，只有窝窝看见他做了什么事，满眼的震惊，眼看着就要叫。嘘，不许喊！窝窝立刻捂住自己的嘴巴，只是心头震惊没有半点减少。他一直知道袁心碎对他主人很好，可是没想到能好到这种地步。窝窝正在想着，突然一个细小的光团飞快地朝他掠了过来，这光团就发丝那么点儿。但是窝窝脸色顿时变了，这是他们倭族独有的传信方式，族中的倭可不像他一样强大，传信一次至少要休息半个月，所以轻易没有倭会传信的。窝窝立刻收起那光丝，我耳叔焦急的声音就断断续续传了出来。哎呦，不好了，大侄子，圣山宗死了，袁杰受伤，都死了。这话断断续续的，但是传到一念耳朵里的时候就是死了，都死了。圣山宗出事了。他猛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不只是圣山宗，可能天一州也是。还有袁杰，我们回去。师大他们听说一念要走，所有兽人都惊呆了。我们和你一起回去。如果真是福神塔弄的，您就这么回去，一定会有危险。一念有些犹豫，倒是袁心碎看了他们一眼。可以，一起。他过段时间要去寻一样重要的东西，到时候他不在一念身边，这些人跟他一起回去，虽然不能完全信任，但是总算还算是战力。一行人离开了夜读星，回到据点之后，豆丁看见不用辣辣帮忙，自己就可以凌空的一念，一口酒猛地喷了出来。啊，你！周妹也傻眼了，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是走着的，回来的时候就会飞了呢？现在可以回去吗？天一州出事了。豆丁瞬间脸色苍白，周妹更是担心周家师傅遭遇不测，上一次打开世界窗送了袁杰出去，这次恐怕开得了。袁少主，这可开不得玩笑，你怕是小瞧了世界窗的。话音刚落，就看见周围一片的灵力都往世界窗的方向撑了起来。周妹目光震撼地看着袁心碎，半步大神境了。她看着袁心碎，又看看一念，这两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人家几年一个样，他俩倒好，一天一个样。半步大神境，连一念都不知道袁心碎现在竟然这么强了，但一念又有种他理该如此的感觉。窦将军，你留一部分人在据点驻守，夜读星的人也留一部分。如果天一州的事情和福神塔有关的话，前线的据点就要稳稳抓住。周妹吓了一跳，这是要抢世界窗了吗？你不敢吗？现在的孩子说话都好气人呢。抢就抢了。一念看向旁边的多丽青和多丽红，大皇子已经交给你们了。不等他说完，多良国的2个皇子就非常上道。放心，灵粮肯定是优先提供给你们，就算福神塔的人来了，我们也不会给的。多谢。于绵绵还有周妹以及师大天玄和老朱肯定是要跟着他一起回去的。越过世界窗，一念一踩到地面，就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天一州一片肃静，本来热闹的街道也一个人都没有，遍地狼藉，仿佛大战刚结束的样子。一念走出去好长一段路，才看见一个神情麻木的人，似乎躲躲藏藏的在装井水。见一念他们来了，这人慌不择路的就要跑，辣辣飞快的把人拎了回来。跑什么？人呢？都死了。修邪师攻城，这次没能守住。圣山宗的人呢？还有朱家呢？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一睡醒，修邪师就杀进来了，太多了，他们人太多了。那其他势力呢？其他势力难不成都被攻击了？还有白家和万寿国没事。一念的眼神却瞬间阴沉下来，就是白家和万寿国，哪里就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白家和圣山宗能比吗？圣山宗都被攻破了，白家竟然没事。一念直接冲着白家飞掠而去。走，去白家。一念快速往白家的方向飞掠而去，路上经过了不少原本很熟悉的地方，但是如今放眼望去，满眼的萧条。天灵境以上的人都跟着一念一起，
其他人则是先回巨人族那边看看情况。真是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呢。奇了怪了，如果全都死了的话，应该能闻到很浓郁的血腥味啊。阴念的唇抿得很紧，没有吱声，只是速度更快了，一路碾压飞跃，压出风暴声。不出一会儿，白家到了。那帮人也真是倔呀，现在被赶出去了吧？丧家犬。嗨，你说圣山宗和周家还有那些贱皮子是不是找死？那修邪师明摆着是来屠天一州的。福神塔的大人们心底慈悲，让咱们投靠，交出天一州的州心就好。圣山宗为首的那帮老货，那就是死都不肯。就是，多亏了咱们帝后啊和福神塔关系好，咱们白家也能幸免于难。修邪师来的时候啊，就咱们被福神塔的人护了。那些人叫的可真是惨呐！他只感觉脖子一凉，砰的一声砸在地上，还剩下一个守门的，呆呆地看向了天空之上。手持红伞的女人站在最前面，打量他的眼神冰冷。他弯了弯唇，红伞缓缓地撑开，嘴角那可笑的弧度也永远定格。白家内部，没想到圣山宗那老东西也有这一天。福神塔有什么不好的？不值得他们效忠？都收一收得意的神情，咱们和帝后的关系还没彻底修复呢。那不是一开始不知道帝后和福神塔那边，不然咱们怎么都不会为了白鹿去和帝后决裂的。白鹿啊，可惜了呀。有什么好可惜的？现在燕儿才是五州第一天才。也是，燕儿从前线回来之后，倒像是有了奇遇，一口气突破了天灵境，太可怕了。果真是凤元的主人，这一生注定就是不寻常的。砰的一声，外面忽然传来一声爆炸声。怎么回事？外面的人呢？话音刚落，就连他们所在的屋子都被人一脚踹开了，门板直直飞了过来。大族老飞快地避开。什么东西？等看清楚外面的场景的时候，又是一愣，遍地都是白家的人，全都宛如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你敢闯进我们白家？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阴念看着这几个熟悉的族老，明明也没过多久，却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他还没生气，跟着他一起来的师大和天玄已经黑透的脸。只见两道身影掠过，大族老和二族老就被摁着脖子拍在了桌面上。你们是什么东西？也敢这么和我们小主人说话？大族老的脑袋被砸得鲜血直流。小神境巅峰的强者，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小丫头当走狗呢？大族老脑子里面想到的唯一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女人是某位大势力的孩子。可五州还有比福神塔更加厉害的势力吗？混账！我们乃是福神塔收回的势力，我们白家的家主乃是万寿国帝后，那可是如今福神塔几位神子眼前的红人。我劝你们识相的，就给我好好磕头赔罪。帝后是你们白家的家主，看来你们是不介意当时失去白鹿的事情了。你怎么知道白鹿是帝后杀的？我怎么知道的？你猜啊。他低下头，用只有2个人听见的语气说着：白族老，你还记得1年之前那个在万寿国皇室斗兽场的女孩吗？你们白家人养的灵兽也没少吞那小女孩的肉，对吗？还想不起来吗？阴念的声音像是带着魔力，让大族老的呼吸猛然顿住。你怎么会？阴念笑声悦耳，他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以前的18年，承蒙你们照拂，现在到那个小女孩回报你们的时候了。短刀直直捅入大族老的喉咙里面。这件事情他已经想了10多年了，所有记忆以来就想着有朝一日他必定会将刀尖刺入敌人的喉咙。大长老的脑袋终于被翻了过来，面目扭曲的往外喷着血。他想说你是那个小怪物，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瞪着那只死死突出的眼珠子，断了声息。剩下3个族老被吓得瞬间腿软，大族老都杀了，他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底气再猖狂下去呢？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惴惴不安。阴念就在凳子上坐下了。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还轮不到你来发问吧？二族老害怕的夹紧大腿，他都快被吓疯了。天一柱是怎么回事？修邪师和福神塔就是这么一回事。不好好说，你的脑袋也就别想要了。是，
是那天送我们天一州的优秀弟子们去了前线之后，那些修邪师突然又卷土重来，外面想要攻进来其实不容易，但是他们攻来的时候，我们天一州的对外防御结界不知怎么的突然就破了。一念垂眸看着二族老，这也不难猜，天一州有叛徒，而且是能接触到一州结界的叛徒。然后呢？其他人没有帮忙吗？有的，福神塔神子们都十分慈悲，愿意搭救我们的。只要愿意献出我们天一州的州心，就可以接纳我们天一州所有人。都怪圣山宗那帮老顽固，说死也不会交出州心，呸，还拖着我们去死。州心，原来福神塔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州心是我们天一州整片大陆能存在的基本，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胸膛里的心脏。没有州心，天一州再也不会有灵力的产生，不出1年，天一州就会不复存在。福神塔要天一州州心做什么？对外防御又是怎么破的？一念深吸了一口气，眯起眼睛，一把抓住二族老。所以是老宗主他们带着州心跑了？是的。那其他势力呢？投诚福神塔的势力应该不止你们2个吧？二族老撇了撇嘴，就我们2个，剩下的那些势力都拎不清，一群傻子，投靠福神塔有什么不好的？说什么没了故土没有家，简直愚蠢。那个老宗主逃是逃了，但是逃走的时候受的伤势很严重，该是已经死绝了。天一州的人被血洗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二族老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心虚。什么都没做，我们什么都没做呀，就是自保而已。一念点头，好似什么都没有在意，将事情都问得差不多了，抬脚就往外面走着。二族老几人松了一口气。能放了我们吗？天玄城2个人笑了笑，下一刻毫不客气地扭断了他们的脖子。一念站在门外，一批兽人立刻拖着无数的奇珍异宝出来了。白家库房里的东西还真是足呢。一念扫了一眼那些宝贝，露出一抹冷笑。他还是白鹿的时候就知道白家没有这么多宝物，比白家原本存着的涨了有10几倍了。哪里来的？趁火打劫，从别的势力搜刮而来的。这些都放着，白家这边防御阵法倒是也还齐全，先在这里落脚。师大毫不犹豫地抢了别人的房子，等会儿看看有没有伤者，能救的都救回来，再仔细问问。这一点看起来总算和一念像是一家人了。接下来去哪儿？一念倒是犹豫了一下，先确定巨人族那边的情况，然后我想回趟魔剑。我陪你一起回去。一念点了点头，要是我现在已经找齐那些破开结界的宝物就好了，不然我总觉得没脸回去。阴霾适时开口，带着些忐忑闷闷的语气说着：仔，你别这么说，我更没脸回去。谁是你的仔？他觉得这段时间听到的古怪称呼真的是比之前18年加起来都要多。倒是袁心碎听他提起那4样宝物的时候，眼神跟着动了动。他低下头算了算日子，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是的，你带人在这里休息一下，跟我一起回来，辛苦你们了。是的，你带人在这里休息一下，跟我一起回来，辛苦你们了。辛苦什么？小主人，你太见外了。一念就算是现在抱着他们撒泼打滚，兽人族们也不会不高兴的。这理应是他们小主人生来就该享受的待遇。从拉拉口中知道小主人这些年的遭遇时，所有的兽人族就已经决定好了，要过来给小主人报仇雪恨。天玄也不高兴，还有听不清话的老猪，他听不清小主人说什么呀。但是大家都不高兴，他也跟着不高兴就好了。我和袁心碎一起就行了。小七师姐，二寇师兄，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消息，外面保不齐有血邪师，你们尽量和师大他们在一起。一念说完，手就被袁心碎抓住了，2人直接消失在原地，气得天玄破口大骂：我就知道那个袁心碎没安好心，拐带他们家小主人。旁边大长老悄默默地轻哼了一声，也不怕兽人族。我们少主和念姑娘可是自艰难的时期认识的，2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是非比寻常。兽人族能反驳很多，但就这一点反驳不了。毕竟他们遇到一念的时候，已经是一念日子过得好了很多的时候了。对一念来说，给他带来亲人般温暖的是魔族，后来支撑他一路走过来，给予他帮助的是袁心碎。他到底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一念被袁心碎拉着，他目光沉沉地盯着袁心碎。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剩下2样宝物的，袁水水，你信我？好，我信你。一念觉得不太得劲儿，你等着我。好，
多久都等你。一念被他那双眼睛盯着，轻咳了一声，转过脸。到了，巨人族。袁心碎的速度真的是很快，两人在那偌大的院落里面落下。师傅，大山爷爷，二山爷爷。空旷的院落只有一念自己的回声。一念看向了隔壁鱼人族的居住地，鱼人族也一个人都没有。于绵绵他们还等着他的消息呢。一念头痛的捂住脑袋，都去哪儿了？他看着脚下的土壤，有血迹，肯定是爆发过大战的。一念眼圈都红了。如果他们都死了，一念不敢深想下去，但他一定会让福神塔的所有人一起给他的家人朋友们陪葬的。走，先回魔剑，我得取一些法器出来，也算是增加大家的战斗力了。一念逼回眼泪，在这种时候哭哭啼啼的真是没用，反倒是浪费时间。他多流一滴眼泪，保不齐那些还在逃亡的人就多死一个。一念和袁心碎没有磨蹭，直接往魔剑的方向而去。到了，一念看着那笼罩在一片迷雾的白头山，有些感慨的挺直自己的脊背。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刚从这里出来时，人灵境都不到呢。你呢？魔剑就是他的家，越靠近自己家，一念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刚从这里出来时，人灵境都不到呢。你呢？我抱着一个小姑娘从这里走出去，算吗？什么小姑娘呢？她没长腿啊！还有你……话音戛然而止，那个没长腿的女人是她来着。只是还没等到一念走到结界口，她竟然看着有人守着。什么人？是续邪师吗？那群人还笼罩在迷雾当中，大多是天灵境，没有小神境的强者。但一念还是第一时间就看清楚这些人身上的衣袍。福神塔的狗！放肆！蝼蚁之辈也敢侮辱我福神塔！人群当中走出来一个长发女子，看起来像是领头的，天灵境巅峰的实力。我们福神塔向来慈悲大度，只要你愿意告诉我们你来白头山的意图，再交出你的舌头，我就可以当做无事发生，放你一马。一念挑眉，他缓缓露出一个笑容。你算什么东西？我回我自己家，何须与你解释？哼，你家？你把这个鬼地方当家？原来是个疯子。一念扫了一眼这些人，还好人不多，就算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他都不会害怕的。更何况袁心碎还在呢。袁心碎像是猜到他要做什么一样，挑眉看向了一念。一念闭上了眼睛，周围的空气开始震颤，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福神塔那些人的眼神也缓缓地变了，女人一脸紧绷着，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这是……话音刚落，迷雾就像是被强大的气压给轰开，天空黑压压地沉了下来。是天阴了吗？不是的，魔族余孽！哗啦啦，天空上一大片的魔元素，黑云压城一般扼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喉咙。无数的魔元素，他们已经沉睡太久了，他们就像是被抛弃在一旁的垃圾。蛰伏的猛兽，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只要他能站在阳光下，不用再躲躲藏藏，只要他振臂一挥，他们蛰伏过的这些岁月积压的无数的怨恨和力量，就会成为击垮整个世界的力量。如今这个人来了。魔元素，是魔族，是那个魔族妖女，妖女终于现身了。他们终于反应过来了，可明明对面就一念一个人，却好似背后有一整片的魔雾一般，让他们心生畏惧，双腿发软。别慌！女人面色苍白，可看清楚一念的实力之后，她低声笑着。也就一个人而已，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能让魔元素暴动又如何？一个一星天灵境能搅动什么水花？一个一星天灵境能搅动什么水花？话音落下，一念还没发怒，那些魔元素已经纷纷朝女人撕咬了过去。女人被咬了个措手不及，混账！立刻燃起一身明火，将这些烦人的魔元素抵在外面。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听他的话？福神塔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然不致命，但是痛呢。这群人自从加入福神塔之后，哪一个不是养尊处优的？什么时候受得了这个委屈了？一时之间，哀嚎声遍地，让一念露出了不屑的语气：“主人，我听不下去了，一群弱鸡，软蛋！拉拉今天就要酣畅淋漓的打一场！”百变也跟着窜了出去，直接卷住了3个天灵境强者。女人咬牙，对着一念刺了过来。贱人，真是找死！可下一刻，他脑子一阵抽痛，冲过去的攻势猛地一顿，赤窝窝的精神力攻击到了。趁现在！可一念根本就不需要他提醒，人已经杀到这个女人身边了，3尖猛地刺入心脏，叮的一声，竟然刺不穿。
天灵境的极品护甲衣，哼，好东西还是挺多的。对面那个女人已经反应过来了，迅速和一念拉开了距离，而一念只来得及对她猛地挥出巴掌，把人抽得翻飞出去。福神塔的狗，有什么资格在我家门口汪汪叫啊？还要割我的舌头！魔元素在体内沸腾着，这是一念第一次毫无顾忌地动用自己的魔元素。他眼中魔气翻腾，连带着战斗力和力气一起飙涨。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你敢在我面前叫嚣？你知道我是谁？我何必知道你是谁？我又不需要知道一个死人的名字。宣誓！巨大的光团将女人整个笼罩进去。怎么会？妖术？不对，这是灵力。你怎么会同时能用灵力和魔元素？哼，我会的事情还多着呢。无数的微缩阵法已经布下，将这个女人团团围困起来。他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袁心碎就站在一念背后看着，见状露出了满意的目光。他的念念一天比一天强大，以后还会更加强大。只是9星的差距可不是这么好拉扯的。很快硝烟散开，没有伤及根本。好得很。你如果就这点本事的话，那你今天必须得死在我手上了。我不过拿你试刀而已，谁说接下来还是我和你打呢？他又不是疯了，狂妄到觉得自己能够跨越9星去战斗，只是升级太快，拿这个女人摸摸刀而已。你是不是不爽啊？不爽憋着。袁心碎往前一步，剩下的几个低星天灵境我不和你下，这个女人就生给我吧，我也得和福神塔打个招呼才行。这个女人就生给我吧，我也得和福神塔打个招呼才行。女人似乎是才发现一念身后站着一个男人，可偏偏她受了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念这人竟然打完就退。无耻，贱人无耻！一念看女人气急败坏的样子，学着她的口吻，蠢货，蠢货骂街。女人气得破口大骂，袁心碎的目光在她的大骂声中逐渐阴沉下来。他遥遥冲那个女人伸出了手，她的身体被拉扯成一片一片的。怎么会？他怔怔地看着一念的方向，魔族余孽，为什么会有人帮他呢？这男人难道看不出来这是魔族余孽吗？一念拿着红伞冲进了战圈当中，对上的是一个3星天灵境强者，比他星级更强，可他却因为一念的狠辣招式感到绝望。情急之下，那人慌忙拿出传信玉。神子，我们在白头山。他手上一痛，那块玉就因念挑起，飞到了他手上。那边传来福神塔那边的人焦急的声音：不是让你们去魔剑守着问吗？问问那群魔族余孽愿不愿意和我们签订死契而已，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死契？一念弯唇，露出一个渗人的笑容。一旦签订这个契约，那就是单方面的把人的性命全部都交付在另外一个人手上。那边还在骂着：只要他们愿意签订死契，我们福神塔就想办法让他们从魔界里出来。解开封印的4样至宝，我们已经找到了2样。一念指尖微动，他说什么？福神塔竟然也知道了解开封印的办法。也是，当年的封印就是5州的人设下的，总归会有一些人知道方法的，只是他们找到的那2样，又是不是他缺失的那2样呢？一念眸光爆发出灿烂的光芒，那边的人开始急躁起来。神呐，怎么不说话？这么点事情都做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一念一把把那个弟子拖了出来。那弟子发出惨叫声，传信玉那边骤然安静下来。谁？是谁？竟然敢动我福神塔弟子！你们怕是不想活了吧？一念眸光微动着，他的手徐徐压在玉牌之上。小苗儿悄悄对窝窝说着：主人这是要坦白自己的身份，暴打他们的脸了吗？应该是的。可下一刻，他们就听见一念压得略微有些低哑的声音，发出了宛如鬼魅一样的笑声。这个声音让人浑身的汗毛都炸开，和一念平常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窝窝整个窝都傻掉了。呵呵，问我是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休邪老祖斜切面坐下第一大弟子是也。呵呵，问我是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休邪老祖斜切面坐下第一大弟子是也。所有人都被一念这一番骚操作给惊呆了，一念却已经完全沉入进去了。什么福神塔，一群沽名钓誉的假菩萨而已。就你们福神塔这样的阴沟里长出来的玩意儿，给我们修仙师提鞋也不配。白头山这边是我们老祖看中的地盘，和我们老祖抢地盘，活腻了吗？哼哼，信不信我修仙师立刻冲向福神塔，
将你们一个个的吸成人干。阴念掐着自己的嗓子说出的话，让人真的恨不能冲上去甩他2个大耳刮子。对面显然也是这样想的，呼吸声都粗重的如猪叫。阴念翘着唇，一边给予那个弟子最后一击，一边对着传信玉那边说着：“就你们那所谓的至高神，给我们老祖端屎盆擦屁股都不够格。”我呸！于爸一掌捏碎那块玉，转过头却发现所有的弟子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自己的几个崽一脸迷茫地看着自己。你们懂什么？这叫祸水东引。只有窝窝冲阴念伸出了自己的大拇指。高，实在是高。被窝窝这么盯着，阴念又看了一眼被自己捏碎的通灵玉，他顿时就一个机灵。对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联系人的。哎，窝窝，你说过你是倭族的少族长是吧？你们倭族即便是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通过精神力来传递消息的是吗？对啊。你现在可以联系到多少倭族的人？还有你二叔，你能联系到吗？哦，对，可以的。窝窝也意识到自己和族人们可以做什么了，他立刻抬手。不同于窝二叔普通窝拼尽全力才能凝出一丝的精神力，窝窝抬手就是千千万万的光丝，这些光丝往四面八方飙射出去，去寻找离自己最近的所有的倭族。普通倭族只能联系自己亲近的倭，可他是倭族的少族长，对所有倭族都有非常高的掌控力和支配力，应该很快就会有回信的。一念带着元心碎越过这些尸体，飞越过白头山，围绕着他的魔元素已经全部散开，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但此刻隔着一道封印光壁，一念看见了站在光壁后面的魔族，所有人都站着，因为他们看见了魔元素的波动。这么近，怎么会看不见呢？只是隔着这么一层封印，他们出不来，他进不去。唯有最前面的那个人，还像他刚离开时那样，脸上带着漫不经心的笑容，冲他伸出手指比了比高度，扬眉轻笑着：“小崽种，长高了呀。”一念的一双眼睛在听见阴女声音的时候，就不受控制的变得通红。老妖婆，你倒还是那副死样子啊！小崽种，长高了呀！老妖婆，你倒还是那副死样子啊！阴女眼神一变，伸出手，似乎想要习惯性的敲阴念的头，然而手却碰到了封印的壁垒。有本事你进来！说的当然是气话，阴念能出去，魔族的所有人都很高兴，甚至连带着看着阴念背后的元心碎也跟着顺眼了起来。你带着什么东西回来了？碍着我的眼！他可还没忘记元心碎带走阴念的时候，还过来魔剑附近嗅了一圈。元心碎看了一眼阴女，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毕竟这是念念承认的家人。你回来做什么？如果是来和我炫耀你有小郎君了，趁早给老娘麻溜的滚蛋，还不如多去杀几个老娘的仇家。对了，封家人你到底解决了没有？身后的魔物们却不干了，迫不及待地帮着念念说话。哪有这么快的呀？孩子才出去多久啊？就是，阴女大人您别急啊。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咱们念念出去的时候还不到人灵境呢。来，念念，你现在到什么等级了？放出来给叔们看看。阴念对他们自然是有求必应的，立刻放出了自己的威压。嗨，看吧，现在虽然也才天灵境，但是我们念念肯定已经……什么？念念，你已经天灵境了？魔境也到了天魔境界了。好，我就知道，不愧是咱们魔族的孩子。好的很。所有人都乐疯了，整个魔剑都回荡着他们的笑声。阴念被笑声包裹着，也跟着露出笑容。对了，解开封印的4样东西，我已经找到2样了，还有2样我也有头绪了。笑声戛然而止，魔物们目光怔怔地看向他。你说什么？我说，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救你们出来。怎么了，老妖婆？你觉得我离开魔剑之前给你们的保证都是空话吗？我阴念，骗谁都不会骗我至亲至爱的人。我承诺的事情，豁出性命也会做到。你们呀，就在里头安心吃了睡，睡了吃，等你们的崽风风光光的接你们出去吧。阴女猛地握紧了拳头，魔物们咽了咽口水。下一刻，阴念看见一群魔物要么抬头，要么转身，肩膀微微发抖。谁能想到呢？这些大块头外表长得穷凶极恶的，被五洲人喊打喊杀的魔物们，会因为他的一番话红了眼睛。阴女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破天荒的冲着阴念露出一个很淡很淡，几乎看不见的笑容。是吗？小崽种，口气不小。行，我等着那一天。阴念本来是担心五洲巨变会不会对魔剑产生影响，看来有这封印在，
也影响不到哪里去的。对了，你们知道福神塔抢夺周心的事情吗？阴女面色一变，并没有，你说清楚点。一念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什么？想让我们迁奴妾？我呸！活该摁到屎盆子里淹死的混账玩意儿也配！一念疯狂点头表示赞同。袁心碎看了他一眼，他终于知道一念那些话是从哪里学来的了。就是，放心吧，我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哼，算计到我们魔族脑袋上来了。法器够不够用？哎，都拿去，都拿去，弄死他们！都不用一念说，又是一批法器送了出来。好在封印也不阻止他们送这些东西。哦，对，我还带来一个人。他将养魂玉递给了阴女。给我干什么？这东西是拿给你防身用的，不到万不得已，肉身溃了。话都没说完，一个脑袋从养魂玉里面钻了出来，冲他忐忑地笑了笑。儿啊！阴女面无表情地直接砸了养魂玉，养魂玉倔强地在地上弹了弹，没破。什么鬼东西啊！小崽种，你找死吗？从哪儿牵来这个孤魂吓我？那是你爹。那我还是你老娘呢。哎，对了，你终于承认了。一满不知道有多忐忑呢，只是才说了2个字，就被自己的亲女儿丢到了一旁。养魂玉没碎，倒是他的心跟着碎成一块一块的了。一满恨不得难受的蜷缩成一团，可是看见一女那张酷似他爱人的脸，一满的一颗慈父心就汹涌澎湃而起。儿啊，我真的是你爹！再胡言乱语，信不信我杀了你？这话，袁心碎看向了一念。一念第一次得知自己父亲身份的时候，说的好像也是这句话。这怎么说呢？不愧是一女带出的孩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我父亲，如今跑出来一个，哼！你是想被我打的这缕残魂也消散掉不成？殷满满心愧疚，没有陪伴孩子，孩子已经长大，这是已经既定的事实。用时间沉淀出来的伤害，远比突然冒出来的血缘关系更要深刻。一念是最明白这个道理的，有些事情只有自己亲身感受到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挣扎摇摆。他垂下头，想到了苏酱，只是很快他就甩了甩脑袋，对一满说着：“你自己在这和我娘亲解释吧，我还有事要干呢。”一满虽然担心一念，但一念素来不会吃亏，而且他也想和自己女儿好好解释解释。快去吧，快去吧！一女还想说话，一念就及时说着：“娘亲，你要怎么欺负你家老子我不管，但是我还要他指点我学阵法呢，你可不要把人给我欺负没了。”一满冲着一念投来感激的一眼。好孩子，也没白疼你一场。一念冲他递去一个你自求多福的表情，拽着袁心碎走了。小心些呀，念念。哎，实在不行就别强拿，破开封印的事情不急的。一念转身朝他们用力挥手：“放心吧，等着我。”只是和家人见一面而已，却能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他的脚步变得更加坚定，心中有所念，才能所向披靡。主人，我二叔来信了，我知道他们的方位，袁姐还吊着一口气呢。哦，不好，他们说快被坏人给追上了。在哪儿？我们用阵法移动。袁心碎点头，直接揽住他腰。我二叔真的要疯球了。快呀快呀，地鼠兄，修邪师的气息越来越近了啊！哟，找到了！我就说闻到了很香的血腥味儿呢。嘿嘿嘿，还有只蜗牛，这种五洲垃圾兽给我吃，我都不带看一眼的，捏死了就完事儿了。几个地灵境巅峰的修邪师猛地对着沃二叔抓了过去。大侄子！沃二叔尖叫如鸡。哎，大侄子来了！一个光阵伴随着喔喔兴奋的声音，精神力攻击先一步赶到，那几个修邪师顿时就抱着脑袋嘶吼起来。什么人？等他们眼前视线清晰起来的时候，就看见2个穿着长袍的一男一女站在了他们面前，帽都很大，看不清楚脸。不过那个女人手上还拿着一串佛珠。是了，福神塔那边的人惯有的姿态。没错，那一男一女正是一念和袁心碎。这衣服自然是从上一波被他打死的倒霉鬼身上剥下来的。一念想着接触的那些福神塔的人的坐态，小腹收起，下巴扬起。哼，原来是几只阴沟里面的臭老鼠啊，也敢挡我福神塔的路。你们想多管闲事？之前我们攻天一州，你们也只庇护了投靠你们的人，这女人可不是投靠你们的人。虽然不曾有口头协议，但我们在这一战中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怕我们的老祖们同你们开战？果然，这2个狗东西狼狈为奸，一个肆意杀人，一个趁火打劫。一念顿时嗤笑了一声：“我福神塔光辉万丈，
还会怕你们几只臭老鼠的威胁吗？实话告诉你们，我现在悄悄解决了你们，愚蠢的修邪师也只会觉得都是天一州的人反抗时被杀的。我们连天一州的人都不在乎了，还会在乎你们这些败类吗？在这天州的各处角落里，我们尊贵的福神塔弟子早就杀了不少修邪师了，毕竟你们手上宝物也不少嘛。修邪师们被气得满脸通红，一念抬手，甚至都没有拿伞，抄了一把福神塔弟子留下的法器，用单纯的灵力就冲杀了过去。几个地灵境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只是打死最后一个人的时候，一念特意收了些力气，让他保持在自以为伪装的很好的假死场面。行了，都死了就好。行了，都死了就好。一念的目光落在那个假死之人身上，顺口胡诌道：“等我福神塔拿到州心，供出一个传说当中的大神境强者，便屠了这群猪狗，真正成为这5州小世界的主宰者。”一念觉得自己笑的这叫一个好，反派都是这么笑的吧？一念说完，一把抓住袁杰，还有小地鼠们和哭戚戚的乌二叔，头也不回的和袁心碎走了。等他们离开了好一会儿，地上假死的人才忍不住呕出一口气来。好得很，福神塔的人是吧？我记住了，必定汇报给老祖们。等他跑了以后，一念才从后方阴影当中走了出来。快回去吧，快回去吧，我可爱的小毛驴儿。主人，他的命算是保住了。一念这才急忙转身，小苗浑身上下都干巴了。一念立刻用灵力将小苗温养起来。袁杰眉头紧皱，眼睛紧紧闭着。一念看见他贯穿胸口的伤痕已经结疤了，身上这么多伤疤，赶紧醒过来！敢动我的人，真是活腻了。一念阴气森森的冷笑着。小苗被灵力滋养了之后好了许多。要不是我这次长大了一些，还真救不回来他呢。一念点头。吴二叔，辛苦你了。不辛苦，应该的。天哪，这个杀人像切菜的大妖女同他道谢了。吴二叔晕乎乎的，这事儿他能放到他们嘴里吹一辈子了。谁料话音刚落，一只手就猛地抓住一念的衣袖。一念低下头，对上了袁杰睁开的血红双眼。袁杰也看清楚了，此刻面前的人正是一念。他飞快的，像是担心这是自己最后一口气一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冲一念喊着：“杀我的人是圣仙仙！”我竟然没想到，这是你看见我的第一句话。看来你对刺杀你的圣仙仙怨念很重啊。一念继续用刚才对那条小毛驴的慈祥目光看向袁杰。放心吧，傻孩子，我二叔救了你，他什么都看见了，什么也都交代了。你的伤势算是勉强救回来了，赶紧站起来，咱们没有时间坐下慢慢聊了。袁杰这才注意到自己确实不再是奄奄一息的样子了。多谢，我欠你和我二叔一条命。我二叔再一次受宠若惊。一念从容的挥手，那就欠着吧，说不定以后你欠我的次数还要加呢。对了，老宗主他们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我刚进去就被圣仙仙给伏击了。放心吧，肯定会没事的。一念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也知道伤亡是免不了的，只希望伤亡人数越少越好。袁杰一直跟在一念身后。我想回圣山宗先看看，这好像不是去圣山宗的方向啊。一念眉目泛着冷意，袁心碎看了他一眼，他知道一念想做什么。4样宝物已经有希望可以凑齐，魔族出事在即，念念魔族人的身份势必会暴露，而一念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身边的人敌视魔族的。他总要试探过才知道哪些人是值得自己救的。一念看了一眼袁杰，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和身边的人坦白自己魔族的身份，是否值得就看这次了。一念，小心，前面是魔剑，有进无出，不能再往里面走了。那可是魔族，杀人不眨眼呢。虽然有封印，可也不能再过去了。5州人对魔族的成见是从小便有的，一代又一代，从孩提时期就被耳提面命，魔族是这世间最恶的存在。崽崽们看向一念，主人，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偏见，你该如何打破，如何扭转呢？对，前面是魔族。一念忽然笑起来，抬手在袁杰面前打了个响指，空气中出现了数颗魔元素珠子，围着一念转动起来。袁杰的眼睛死死突出。你，他们是魔族，我也是。如何？
还觉得魔族是坏的吗？袁杰嘴唇发抖，面上一片苍白，即便是被一剑刺穿心脏的时候，都没有此刻这样让他觉得难受。你竟然是魔族？不会的，你怎么？大喇焦急的上前想说两句，可被窝窝一把抓住了手。别过去，我们什么也不用说。不说的话，万一误会我们主人是坏人怎么办呀？那不是误会，他是第一天认识我们主人吗？我们的主人帮过他几次了，这次更是直接救过他性命。如果他因为这件事情针对我们主人，那就不叫误会了，那只是单纯的恩将仇报而已。窝窝眼中厉色一闪而过，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主人的人。袁杰的手举起来又放下，他素来是一个坚定的人，只听自己听见的，只看自己看见的。可从小就灌输的魔族是恶的理念，在不断碰撞他的所见所听，最后理念被他自己的坚定认知撞得粉碎。我二叔好似才反应过来，整个窝都不好了。是魔族是又如何？袁杰骤然出声，打断了我二叔的尖锐咆哮。他抬眼看向一念，就算你是，老娘也认了；就算你是有目的的，那我也认了；就算有朝一日死在你手上，我亦认了。一念缓缓闭上眼睛，他知道，他终归是眼光极好的。就算有朝一日死在你手上，我亦认了。一念缓缓闭上眼睛，他终归是眼光极好的。多难的路啊！五州有多少人可以接受魔族呢？但是没关系，他接受了。窝窝的脸色也跟着好看了起来，他一把封住沃尔叔的嘴，拿住了少族长的威严。闭嘴！血脉威压顿时压得沃尔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狂飙眼泪，在内心无声尖叫着。袁先生也难得给袁杰了一个正眼，他缓缓开口，盯着叶念的那3个小崽子。你们刚才说念念要怎么劝服别人放下偏见是吗？3个崽子下意识点头。这很难呢，比劝说袁杰还要难。袁先岁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我们为什么要劝说？没有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反倒是要去弥补？3崽一愣，袁先岁却已经抬起了头。如今五州分崩离析，天一州岌岌可危，不想投靠附身塔成为走狗的，就会被修邪师屠杀殆尽。一群被驱逐出故土的人，也只有战斗力强横的魔族，才能在附身塔和修邪师的两面夹攻下保住他们。袁先岁明明说得很平静，可此刻他身上却有着令人心惊胆战的敢与天争的霸气无双。是他们该求着念念才是，念念可是唯一一个联系魔族和人族之间的纽带了。已经不是人族能不能接受魔族了，而是魔族会不会救这些人族。为什么要我的念念去劝服他们？袁先岁眼眸当中透着无尽的冰霜。若是这样他们都还不识相，视我念念为敌的话，那就让他们去死好了。3个崽同时打了个寒战。可袁先岁说的好像没有错呀，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叶独星也听主人的，袁先岁就更宠了。主人也不是心慈手软的，不识相的别说救了，怕是主人自己就要送他们去死上一回了。一想到这里，3个崽完全不担心了。袁杰这会儿正心潮澎湃着，迈出第一步之后，袁杰便快速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一颗心都开始飞快的偏向一念。我原以为魔族都是坏的，如今看来也不尽然啊。毕竟这些话最早都是福神塔传出来的。福神塔，一群虚伪的人，说的话不必当真，尽是放屁。窝窝忽然叫了一声，激动道：“我的族人们给我回信了！太好了，大家都找地方躲着呢。但是圣山宗那边好像死伤惨重，出叛徒了。老宗主只来得及带着一批内门弟子出来，老宗主受了伤，但是不致命。说是一个叫圣红的带着人叛变了，投入福神塔门下了，还企图将那些不肯接受招揽的弟子们都给杀了。哦，有在圣山宗那边的窝说，还有一些内门弟子被圣仙仙扣住了，说如果修邪师要打圣山宗，就把那些不听话的内门弟子抛出去。砰的一声，是袁杰劈碎了面前的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得去救他们。一念点头，同时看向了窝窝。不愧是倭族，不仅哪里都有，而且探听消息也是一绝。一念觉得不被人看好的底层倭族可真的是太有用了，这不就是行走的传信玉吗？要知道传信玉那可是稀罕东西。窝窝，你再给大家传一个。一念脸上浮现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你就这样。而此刻福神塔殿内，7个神子正围坐一圈。七神子激动道：就是修邪师，
杀了咱们派去劝说魔族的先行队，那可都是我的弟子，难不成都白死了？邪千面，还有那个邪千面做下第一女弟子，实在是将我们福神塔的威严放在地上踩。七神子看向了最高处，那里的王座之上坐着一个末发男人。至高神大人，难道我们就这么放任那些修邪师嚣张下去吗？我们可是福神塔。至高神魁梧的身躯动了动，他像是在闭目养神，脸上戴着一个漆黑的面罩，看不清真容。底下的神子们逐渐安静了下来，在他面前大气也不敢出。下一瞬，至高神抬了抬脚，无数形状各异的虫子，背上打了一个福神塔记号的，纷纷往外面如潮水一般奔涌而出。这是至高神豢养的虫兽，全部都是用来探听各种消息的。是否真的如老七听见的那样，我会让虫兽们自去验证，等虫兽回来再做定夺。修邪师老巢里面，被阴念放过的小毛驴儿满眼恨意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老祖啊，福神塔的贱人说咱们是猪狗啊，老祖，兄弟们都死啊！这一位灰袍老祖气得浑身发抖。我就知道，福神塔也就是明面上不出面干预，竟然敢动我的弟子，怕是找死。走，跟我一起出去。若是看见福神塔的弟子，不用再留守了，吸干他们的精血。而此刻，天一州各处躲藏地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不愿屈服的势力头头面前，都站了一只小小蜗牛，表明了是自己人的身份之后，慢吞吞地把他们少族长转述的话说完。你说什么？让我们扮成福神塔的人去偷袭修邪师，或者扮成修邪师去偷袭福神塔？你说什么？让我们扮成福神塔的人去偷袭修邪师，或者扮成修邪师去偷袭福神塔？但是阴念姑娘觉得修邪师那帮人做事更不喜动脑子，吸精血容易上头，所以更好骗，主要还是装福神塔杀修邪师为主。头头们的眼睛缓缓亮了起来。是啊，还可以这样。头头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样，一招手，对着刚才还在被追赶的宛如丧家之犬的弟子们猛地一挥手。走，出击！被两面夹击的众人早就被磨平了精神气，他们恹恹地待在角落里。出击？出击什么呀？头儿，能不能让我们喘口气儿啊？我真的累了。诸如此类的丧气话那是不绝于耳。你们懂什么？快围过来，且听我细细道来。他将窝窝传话的内容给大家仔细分析了一通。众人的心理历程是这样的：好累啊，不想动了。还有点意思啊，继续听。所有人都沸腾了。太不要脸了，这招真是太不要脸了。话音落下，就看见他们头头眯起眼睛，危险的目光锁定在这些人身上。大家又立刻干笑着。我是说太机智了，这办法呀，不是有着一脑袋大智慧的人根本想不出来。少废话，赶紧和我去伏击几个福神塔的，扒了他们衣服，咱们杀回去。既然修邪师要他们的命，福神塔趁火打劫的威逼他们，那就别怪他们心狠手辣了。这样的对话和场景还不止在一个地方发生，而圣山宗躲藏的地方，老宗主咬着牙将涌上的气血勉强压下去。都按一念说的做，我们杀回去。一处山谷之中，一个身穿福神塔衣袍的男人一把将面前那个修邪师脑袋拧了下来。呵，他语气里面带着3分邪魅，3分高傲，4分张狂不羁。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和我福神塔作对的下场。走吧。而尸山当中，有一个被故意放过的修邪师，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往自家老巢里面咬牙走去。看着他走了之后，那些福神塔弟子们才一掀衣袍，露出老乞丐一张笑嘻嘻的脸。嘿嘿嘿，传话，走，咱们继续，找下一个心眼儿。因为一个小小的倭族，天一州众势力的局势竟然在悄悄发生变化。而在自家据点，也就是一念抢来的前白家大厅里面，师大他们皱起眉头。五州比我想象中的大，我们带过来的人护着小主人绰绰有余，但是要查探就有些太少了。五州比我想象中的大，我们带过来的人护着小主人绰绰有余，但是要查探就有些太少了。我可以让倭族查探的，倭族就是速度有些慢。一念点头，这倒也是一个问题。袁杰神情苍白地坐在旁边调息，这次他在生死线上真正走了一遭，反倒是刺激到了身体，连着突破了2星。等他平复下来，
一念就要带着人去圣山宗了。圣山宗地方大，而且易守难攻，比白家适合当据点。主人，我可以号令五州所有的虫族，你需要他们帮助你吗？远古血脉，百变自然是可以号令所有的虫族。真的，自然是要的。没有弱小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重要的是要如何利用。他之前一直都受思维限制，只想着如何拉拢更多的人过来，却忘记了他是御兽师啊。好，百变说完，走到外面传信去了。在门口的百变已经缓缓闭上了眼睛，血脉威压以他为中心散出去，他口中发出奇异的鸣叫，形成无形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面扫荡出去。人族和其他灵兽根本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感受到百变的召唤，所有的虫族都受到了影响，无一例外。当那群背上打着符神塔烙印的虫族终于跋山涉水迈进了天者领地之时，他们虫躯一震，颤抖不已。这个波动是谁在召唤？他们不受控制的被这个波动所影响，下意识的要听从血脉的召唤，也不再打听天舟的消息了，迈开了爪子就对着百变的方向奔去。他们翻山越岭，终于和浩浩荡荡的虫族大军们汇合上了。虫族大军也按照自己的族群分类，一团团的友好前进，不争也不闹。但很快，各大族群都发现了一丝异样。这背上打着奇怪烙印的虫子们是从哪里来的？姓甚名谁？生于哪个虫洞？报上名来呀！你们这样沉默的话，我们要打你们的哟。咦，你打哪个疙瘩来的？瞅你背上花里胡哨的埋汰样，哪个给你抹的？我拿尿滋不比这玩意儿漂亮。符神塔虫们正在用自己微薄的意念抵抗着百变的召唤。作为至高神豢养的虫子，他们自觉自己和普通虫是不同的，要完成主人交代下的任务。骂了个巴子的，你咋个不说话？吱声呢？你是谁家的呀？无视我呢？可其他虫实在是太能唠了，符神塔的虫子们受不了了，纷纷朝那些虫族发出了愤怒和充满威胁性的咆哮。他娘的，什么玩意儿！兄弟们给我上，拽起来捆起来，给大王送去。混账，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虫？一虫难抵千虫式啊！那些符神塔的虫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沙包那么大的拳头就攻了过来。他们被吊起来时还没想明白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百变留下来等虫族集合。是的，你带一半人跟我走。袁杰立刻抄家伙，他知道一念这是为了等他才拖到现在准备去圣山宗的。我跟你一起去，给你们疗伤。他们鱼人族好像挺安全的，蜗牛说没多大事儿，所以于绵绵脸上没有什么担忧的神情。好，一念不再废话，看向袁心碎。袁心碎脚下已经浮现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空间光阵。来，只是去打个架而已，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暧昧感。而一念下意识伸出手来，袁心碎掌心冰冷，握着的感觉像是一块上好的冰绸。明明知道不应该，但一念还是下意识地感慨着：是谁？你的手摸着好舒服啊。空间扭曲起来，袁心碎的笑声也碎开，但还是听清楚了。好，那以后就是你的了。还没等一念品完这句话，他们就已经再次到了圣山宗门口。圣仙仙之前就在门口伏击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人在伏击着。一念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来到大门之后推了一下，这次没有推动。我找一下钥匙。袁杰手才伸进自己的兜里，却看见一念缓缓抬起了腿，然后猛地一脚，砰的一下，大门直接飞了。天灵境果真是无比恐怖。袁杰缓缓吐出一口气来，他必须得快点追上一念才行。圣山宗比其他地方惨烈多了，袁杰看着这些师兄弟还有师妹师弟们的尸体，眼睛又不争气的瞬间变得通红。他再也忍不住了，先行一步对着山顶跑去。一群内门弟子被倒吊着，而他们周围圣仙仙和圣红两人正围着一群符神塔弟子献殷勤。你们服不服？呸！要我们圣山内门服你们这群没有担当窝里横的软骨头？做梦吧！我们宗主一定会杀回来的，杀你们个片甲不留！符神狗！怎么说话的？符神塔要你们是你们的荣幸。他一边说，一边狗腿地冲一个端正坐着的男人说着：石身子啊，我们圣山宗很高兴能成为符神塔的附属势力的，别听他们胡说。他一边笑一边眼角余光一扫，脸色却僵住了。他看见了气得满眼爬着红血丝的袁杰。你怎么没死？圣仙仙第一个尖叫起来，虽然被畜生给救了，但是那一刀确确实实地扎进了他的胸口，那可是致命伤。哼，就你一个人吗？袁杰，你说说你，怎么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单枪匹马来闯寿山宗，怎么也不找几个朋友呢？你一直恨不得追着人家舔他脚的一念呢，怎么这种时候还没有过来呢？哦，我忘记了，他肯定在前线，舍不得出来吧？还是他已经死在前线了？有本事你把一念叫出来呀，叫出来给你撑腰啊！有本事你把一念叫出来呀，叫出来给你撑腰啊！盛仙仙猖狂地笑着，脸上一湿，他下意识的一抹，什么东西啊？盛仙仙抬起头来，却对上了一张悬浮于天空之上的狰狞尸脸。仙仙，快躲开！盛虹目眦欲裂的要朝盛仙仙冲过来，被师大一尾巴拦住。下一刻，黑影一闪，盛仙仙面前多了一个人。刹那之间，盛仙仙只感觉自己身上的灵气都凝固了。他一脸惊悚，为什么他的灵力不能用呢？天灵境强者，这怎么可能呢？这才过去多久？好久不见呢，盛仙仙，你好像很关心我会不会给元杰撑腰。现在我出现了，你高兴了吗？阴念的一只手确确实实的撑在了盛仙仙腰上。来，小可爱，燕姐姐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撑腰。她手掌灵力爆发，砰的一声，她的腰被炸开了一个血洞。盛仙仙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只是才发出一声，就被阴念猛地捂住了嘴。嘘，不要出声，用你的心来感受这个撑腰如何呀？盛仙仙的眼泪随着剧痛恐惧一起流下，阴念垂眸看向他，既然知道元杰是我的人，还敢动我的人，你怕是活腻歪了吧？福神塔的食神子厉喝一声，放肆！谁敢动我们福神塔庇护的人？说着他就要取阴念这个疯女人的命。师大又是一尾巴，以1敌2，直接把他和盛虹都逼得连连后退着。而此刻圣山宗的老宗主正带着人拼了命的往回赶。老宗主心底一片冰寒，是我将那门弟子们教得太过单纯磊落，竟然对自己人一点都不设防，才造成如今的境地。立誓要稳，做人须狠。我圣山宗还是少几个手腕狠辣之人。圣山宗内，一念掀起眼皮儿，把盛仙仙丢在了地上。喂，看过来！一念一只脚踩在了盛仙仙脑袋上。福神塔罩着的人，那不好意思了，姐姐我呀，专杀福神塔罩着的。别杀他，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别的倒是好谈，只是我这个人最痛恨的就是背叛者，背后捅自家人刀子的，在我这儿必死。他一脚狠狠地踩下，血雾炸裂，自己的女儿当着自己的面被杀，盛虹整个人直接疯了。我杀了你，贱人！我杀了你，贱人！我杀了你！他拼尽燃烧生命的代价，竟然直接挣脱了师大的束缚，对着阴念就斩杀了过来。阴念对小神境是没有什么办法，但他也不是一个人来的。袁仙穗非常轻松地压制住盛虹，可盛虹嘴上还在叫嚣着：你怎么会这么恶毒？你什么境界？仙仙什么境界？哼，真是白长了一张嘴，人话都不会说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袁仙穗打了个响指，盛虹的四肢再度扭成十分诡异的弧度。老宗主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脚下时，听见的就是惨叫声。老宗主头皮一紧，糟了！他们已经很疲惫了，可这一刻还是被山上疑似弟子们的惨叫声给自己的头皮发麻。哼，大不了就和福神塔的人拼了，跟我冲！一群人拿着法器做好了要经历一场恶斗的准备了，结果一登顶，极具冲击力的一幕撞进他们的眼睛里面。袁仙穗漠视着趴在地上的盛虹，他四肢扭曲，而另外一边石神子像是一块破布一样躺在地上，胸口起起伏伏，发不出声音。这两个人旁边还站着一个冷笑不止的一念，盛虹那仇视的目光看得人头皮发麻，但一念却仿佛很是享受一般。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人想弄死我又弄不死我的样子，我更喜欢看我那些仇家死不瞑目的样子。都是仇家了，还想死得安心吗？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福神塔的人和圣山宗的叛徒们都已经被控制住了，听见这话却依然感觉怒极攻心，还不如一刀给他们一个了断痛快。即便像老宗主这样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会儿都有些缓不过神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厮杀的准备，更加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
一句圣山内门无孬种的口号不干不尬的卡在喉咙里面。一念也看见了他们，他站直了一些，朝大家云淡风轻的挥挥手：“来了，挺快的呀。”啊？哦，其实老宗主都有些没反应过来。宗主，袁杰倒是很激动，将那些被吊起来的弟子们解绑之后，就冲他们飞扑了过去。那些弟子们也是一脸激动，又哭又笑的。师兄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对不起，王师弟他不在了。有人庆幸，有人疯狂，有人绝望，这便是战争。即便胜利，可必然有人离开。老宗主还算是稳得住，走过来冲一念医疗衣袍就要行大礼。一念吓了一跳，别扶我，是我应该做的。别扶我，是我应该做的。这次的事情，你们本可置身事外，是我圣山宗出了内鬼，破了大阵防御，这才让这些人有可乘之机。但是念姑娘还是不计前嫌，帮了我们宗门。他的目光落在一念背后的夜读星强者们身上，这些人可不是给圣山宗面子，身后的袁心碎也是一样的。若不是一念，怕是五州的人在他面前死绝了，他也不会有半点触动的。是一念救了圣山宗。以前的事我已经说了，翻篇就是翻篇，不必介怀。现在周心在何处？周心在巨人族，也就是您师父那里。巨人族的实力保存的最完整，战斗力也强悍，和人鱼族还有周家一起护着周心。一念算了算时间，那他们也该快回来了。老宗主，你们赶紧带着会阵法的人将天一州的防护大阵重新修补起来，然后让那些不愿意屈服伏神塔势力的人都集中过来，人少办不成事。老宗主频频点头，他看了一眼一念，一开始见到这个孩子还不过是随便放出气势就能压倒的小可怜，如今已经成了天灵境强者，身后汇聚了一帮小神境了。真是应了那句话，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成龙。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把修邪师诛杀殆尽，二是将伏神塔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党羽一举歼灭。谁料一念这话出来，身后那群刚逃亡回来的内门弟子们倒是有些犹豫的。修邪师自然是要诛杀的，但是伏神塔那边的人，他们归顺也只是想要一份庇护，会不会太过绝情？不如将他们驱逐就好。一念扫了一眼说话这几人，这一眼已经含满了不耐和讥讽。说话之前过过你们的脑子，如今是在开战，可不是在过家家。这几人被说得面色一红。袁杰冷漠地看了一眼这几个弟子，他也发现了一部分内门弟子人是不坏，但有些过于心软了。驱逐出去？你去驱逐吗？你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看着他们走了再挥手送别，然后等他们缓过气儿来，带更多人回来反杀我们一波。这是战争，战队之后的搏杀只分生死，战争里面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伏神塔的人前一刻还在杀你们宗门的弟子，这满地残肢没有看见吗？你们眼瞎了吗？伏神塔的人杀你们的人的时候可是没有半点手软，还是说你们来的时候那些人已经被我救下了，所以你们觉得世间还有温暖在吗？那你们可真是想多了，给你们送温暖的是我，而不是伏神塔。你们这么帮着伏神塔，不如投了他们，给他们做犬马。一番话说的几个人无地自容，其他内门弟子皆是一脸的冰冷，半点要帮忙说话的意思都没有。情形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容他们耐心的教导师弟们该如何去应对了。大家都要快速成长，长不成的便只能死在战场上了。